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我是主持人袁丽。这期节目开始之前，我想先多说几句，因为今天的采访对象张亚博是一个很难归类的人。他出生在河南农村，大学毕业后留在新疆，像很多人一样，他希望找到一份稳定体面的工作。2014年，他进入新疆公安系统，2023年离职，第2年正式辞职。2017年开始，中国政府在新疆展开大规模拘禁和镇压，据估计多达100万名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被关进拘禁营和监狱，许多正常的宗教和文化生活也受到严厉限制。张亚博先后在南疆、和田地区的看守所、村级警务室和拘禁营工作，他还去过新疆各地近50座监狱，押送维吾尔被拘押者。但张亚博一再告诉我，他没有迫害过任何人。他说自己只是国家机器上的一枚小螺丝钉，只是在执行命令。他甚至反复说自己承受的痛苦和维吾尔人相当，在某些方面更加严重。这些话起初让我很生气，因为他所谓的我只是执行命令，我只是看大门的，恰恰是大规模拘禁、监控和压迫能够日复一日运转的基础。但在德国和他谈了6个小时，又做了许多小时的后续采访以后，我也相信他在体制里受到的伤害是真实的。面对上级时，他是一个受到控制、羞辱和惩罚的基层警察；面对维吾尔村民和被拘押者时，他又代表着国家权力。这2种处境可以同时存在，但不能互相抵消，更不能画上等号。接下来请听张亚博如何讲述自己做过的工作，也请留意他怎样解释自己的责任，一个普通人是怎样进入这套系统的，离开以后他又怎样理解自己曾经扮演的角色。张亚博你好，我们现在是在德国进行一个对话。那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周三下午的1点20分，我们就先从你的那个童年开始说起来吧。就是你是在河南哪里出生的？你能不能稍微说一下家里面的情况？我在河南上蔡县出生，家是农村的。在河南我长19岁。小时候那时候80、80年代吧，都很穷，比如这个家里面的冬天的时候洗澡都很困难。没有这个暖气然后用电也是，我记得我是7岁8岁的时候吧，家里面就没电，点蜡烛。我在10岁的时候好像我们家才安电。一般的是夏天的时候，一到晚上的时候都停电。为什么呢？因为城市里面用电，这个农村里面电不够用。那我老爸经常说一句话嘛，他说那城市里面是人，我们农村不是人吗？你小时候就是能吃饱吗？就说一年比如说吃肉的时候多吗？吃肉的时候小的时候不太多。那你差不多一年能吃几次肉你记得吗？一年也吃不几次肉吧。就是过春节的时候是最喜欢的，小时候可以吃上好吃的。那你是哪一年去新疆？就为什么会去新疆呢？2006年9月份。去新疆就是高考完了嘛。高考完了就是国家的政策是西部大开发，扎根边疆，建设边疆，丰县边疆。当时我是一个很热血的青年嘛，爱国嘛。我小时候的梦想就是第一个都是军人第二个就是警察。然后我家里面的梦想是让我当一名医生，但是我不太喜欢。那你和你父母的关系怎么样呢？和母亲的关系还可以，和父亲的关系嘛，就是没那么好嘛，因为儿子和父亲就不是太好。你当时去了一个什么学校呢？去新疆？当时我去的这个学校，因为我这个学校是一个专科嘛，后来我又专升本读了一个本科，新疆财经大学。后来我是工作以后读的是工商管理专业。就是你在河南老家去新疆，在当时是大家都普遍认为一个不错的出路呢，还是说算是一个走投无路的选择呢？就是当时像你这样的人多吗？不多，我们那一届学生就是我们的高中毕业的那一年，2006年参加高考，有1000个人，大概有我知道的就是我们2个。2个人去了新疆去读大学。
对对。就比如说你不能算一个很好的出路，是吗？嗯，就是大家会怎么说？你当时去新疆去读书，你父母怎么说？我父母，我妈不同意，太远了嘛。哦，我爸说无所谓嘛，你自己选择嘛。我妈的意思是让我当名医生，但是我没有考上好的这个医学校嘛。就你专科毕业以后是吧？ 09年9月份。你能说一下，就是你教的那个学校是在什么大致的在什么地方？然后你教什么课？就是学校有多少学生，都是什么民族？在和巴音果楞蒙古自治州一个农村小学，学校有个500-600个学生。那个小学是我们那个县里面第2大的小学，人比较多嘛。主要是回族、汉族、蒙古族，有少量的维吾尔族，因为我们那个地方是回民聚集地嘛。那你当时教什么课？数学。教数学。哦，那你当时工资大概多少呢1800块钱。1800块钱。后面涨到最高是2800，离职那一年好像是2500、2800左右。那你在那儿为什么后来又决定不当老师，要去做警察呢？首先我们那个校长嘛，就是经常骂我，和他之间关系不好啊。主要原因就是我是外地来的，工资特别低。我教书的地方这个马兰军队，一样的老师，一样的工作，人家拿一个月比我高将近1倍，3600、4000，我拿1800。那你是什么时候去开始做警察的？2014年11月，于田县看守所。于田县公安局那下属单位于田县看守所。那你当时怎么就会想到说我要去做这个工作？你是怎么找到这个工作的？考试考的。哦，也是要考试哦。自治区事业编考试。考的。你考上以后你怎么看呢？就是你从小学老师到这个看守所的警察，这个角色转换困难吗？当时也没想这么多嘛，因为在中国，我觉得每个男孩的心中都有一个警察梦嘛。我身边的都是这样的，都很想当警察的。尤其看的是衣服吧。你去做这个到看守所，你差不多收入有多少？当时我辞职的时候是拿到2800左右吧。你当时还挺满意的是吗？刚开始很满意啊。上前3个月、前半年是感觉到挺满意的。首先觉得自己的梦想实现了嘛，身边的亲戚也为我感到这个骄傲嘛，穿一身制服嘛。第二点就是工资又高了嘛。那你能不能说一下，就是你在看守所具体的工作是什么？具体的工作看守嘛，主要是看守所送过来的人放到我们看守所，我们就是值班看监控，晚上去巡视，不让这个监视的人去发生死亡事件，去打架，吃饭的时候给他们发饭，带医生给他们发药，主要是为他们服务的。你好像在其他地方有说过，就是你主要是有4块工作，一个是管牢房是吧？一个是收集线索信息，一个是整理档案，还有一个看监控。对，是吧？你能不能说一下，就是这个整理档案是怎么回事，还有这个收集线索信息是怎么回事？收集线索信息就是一个牢房给我们配2个人管，因为我是汉族的，要配一个民族的。民族的同志主要是收集线索嘛，让他这个牢房的人提出来，问一下你们这个监视里面有没有想闹事的，有没有想团结起来逃出这个监狱的。第二个做档案，就是他们案子接完以后，判决书、检察院起诉书、法律文书给他们整理完，把他的名字写好，就是投监档案，就是把他们送到监狱里，监狱要当档案。体检表那么整理一下，我主要是做这个的。那我那个民族干部呢，主要是收集信息的。民族干部一般是什么民族？维吾尔族。维吾尔族，你可以跟我们说一下，于田县是一个特别多维吾尔族的，就是它的人口比重大概多少呢？你记得吗？基本上都是维吾尔族的吧？基本上大多数，绝大多数是吧？95%以上全是维吾尔族的。对，那你们当时看守所里面的那些所谓的犯人，他们也都是维吾尔族的吗？基本上都是的。汉族的好像我只见过
3个基督徒。那这个时候是2014年是吧？在新疆2015年，2015年了，是在新疆大逮捕的前夕。就这个牢房里面，就是一般正常是关多少人，然后最高峰关过多少人？正常的情况下10个人、12个人左右。其实是挺小的一个，是吧？维吾尔族他们一般是以什么样的罪名关进来的呢？一般会被关多久？罪名就是基本上就是危害国家安全嘛。哦，是吗？那时候就是这样子了。扰乱社会秩序罪。就是政治方面的。像盗窃了、偷摩托车了这些东西很少。包括强奸的、重婚罪的，这是专门关一个房子，很少。他们就是没那么多，没那么严重。对，就其实还是政治上的这个。对，政治上。对。那这些人他们一般会在你们那个看守所待多久，然后被转走呢？不一样，有的3个月、2个月、半年，有的2年都有。你说，尤其是你刚做警察的时候，这个前3个月、前半年的这个时候，你的感觉还挺好的。就那个时候，你对自己的工作、对这个政府的看法，都是一个什么样子？你能稍微描述一点吗？自己的看法和政府的是一样吗？这些都是坏人被关进去了的吗？也没有多想吗？我毕竟是一个基层类，没有任何权利。你让我今天值班，我报2个小时值班，3个小时值班，我吃完就 OK 了。吃饭休息就行了。你那会儿家也在玉田县吗？我结婚是2010年，然后我去玉田了，我的妻子就跟我一块儿去了嘛。那你在这个看守所的时候，这个是可以说是在这个新疆大抓捕之前，就那个时候，这些警察对这个维吾尔族或者对这些人被关押的人，他们是一种什么样子的对待方式呢？别人怎么想的我不太清楚，我就是为他们服务的嘛，我也不办案子。我只好管好我那个监视的人不出什么事儿。就行了，把班治好，监控看好。对，那你也没有看到什么东西，你在这儿工作，别的警察怎么对那些人，你没有看到吗？别的警察当然有酷刑的，那是派出所来办案子的人员，他不是我们单位的。我是看守所，他是派出所的。比如他是国保大队的。同城这个公安系统，但是部门不一样，领导不一样，职责不一样。我主要是看守，他主要是办案子，办案子讯问，审讯。审讯你们是不参与的，对吧？对，肯定不参与，我不是一个单位的。审讯你会看到吗？他们会让你看到吗？有一个房子上面一个门，可以看一下。你看到了什么？看到了。你会经常去看吗？先问一下。不，就听到声音是经常能听到声音的。偶尔的一看一下，这个人，审问完了没有？审问完了，我们把他放到监室，要不然他一个人晚上在那个地方死掉了怎么办？就是，还有他们审问完以后，我们要检查，看有没有身上有没有伤疤，有没有打得很厉害。如果是打到内脏干什么了，我们要做个记录。死掉以后这个谁打的，要有，到时候要有这个责任嘛。你去检查的时候，都检查到了什么呢？比如说你刚开始看到的是什么？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身上全是紫的嘛。全是打的紫的，很恐怖的。用什么打的呢？你知道吗？用什么打的？我当时没有看到吧。就是他们用棒子棍打吗？你觉得是吗？还是你知道？那边打断的东西在那放着的。放着。那有你看守的人被打死的吗？后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登记过？我没登记过，但是我旁边的有一个。你旁边是什么意思？旁边就是我隔壁的监视嘛，不是我负责的嘛。我不知道，你刚开始看的他们，应该都是维族人是吧？被打成这样子，你心里面是一个什么感觉？那时候就是有一点点怜悯吧。毕竟这个年轻人有一点，但是不是那么站在他的一边嘛。刚参加工作嘛的时候。
就是稍微有一点同情吧。那你有没有觉得就是他们是坏人呢？他们肯定干了坏事儿的，是吧？对对对，刚开始的时候，就是那样认为的。就是政府怎么宣传，我怎么做，我跟着党走吧。他们就做坏事嘛，分裂国家嘛，就是恐怖分子嘛，他们就这样，政府这么说，我们就这样认为。你觉得他们罪有应得是吧？抓过来人也不是我抓的，我只是看守，我也没想这么多。他们就是政府说是坏人就是坏人嘛。你当时是一个事业编是吧？对对对，还有这方面。对。那你最后你还是决定要考一个正式的行政编的民警。你能说一下你是怎么想的吗？不是我怎么想的，人人都想当行政编的。就比如老师教育局，每个老师他肯定想要到教育局，医生卫健委，对吧？这是每个人都愿意的。行政编的要比事业编的首先工资高上1000到1500，而且有这个警衔工资。那你当时你觉得你已经看到这些，你觉得已经脾气开始变得不好，但是你还是想要做警察，然后还要想做更正式的警察。因为我是在看守所。人民警察就是为人民服务嘛。我想考到正式民警以后，不会在这个看守所了。会到这个比如哪个单位机关警务室派出所会好呢。但是这个是在大规模收押之前嘛，确实他们单位也很好。你有去打听过是吗？就是我在于田县的时候也问过嘛。在外面会好一点。对，稍微好一点。那你那个时候就比如说你的家庭关系怎么样？就是比如说你爱人和你那个父母怎么看你就从老师转了去做警察？我的爱人也没表现什么感觉吧，因为当老师就是工资低嘛，但是那个环境相对好一点。和田嘛就是环境不太好。总的来说嘛，还是进步了嘛，家里面就认为我进步了嘛，出息了一点。比当老师出息是吗？对对对。其实也是这样认为的，虽然嘴里没说嘛，但是对对对。然后你是2016年10月份还是什么时候去考的这个行政编，就是等于考公务员是吗？对对对，2016年4月份考，因为他要1个月以后才出成绩。出成绩以后要又等1个月面试。面试完要等成绩，成绩完了要政审，政审完要体检。所以差不多有半年的时间。对，差不多半年的时间。对。然后你是2016年11月份到和田县公安局做了正式的警察。对。对。那这个时候也是中国政府开始在新疆大规模抓人的时间，是差不多是同步的，对不对？2017年初，2017年初就差不多是同步的，是吧？差不多。对，我也在想，其实他们是在扩招人，对吧？因为他要大规模抓人，他就需要扩招人。我不知道这个，你能说一下，从你的角度来说，我这个猜测是对的吗？我当时的是一个12月28号一个128案，把莫宜县政府炸掉了吧？对。我们是以这个点为主要是主要是这件事开始。还有以前当然了那个我们那个中国的老大到新疆火车站爆炸。对，他刚一走就这个火车站就爆炸了。对，所以这好多事情你想的呢，我想也有这方面的。莫宜县到我们那很近，就是我上班那个派出所那5公里6公里左右，很近。对对对。那然后呢就发生了什么呢？然后就大规模的就是收押人就开始就是我们有动静了。然后我们就培训也没培训完，培训大概有10天左右，我后面有10天左右，2个星期左右全部分到看守所了。看守所都爆满了。当时地区公安局培训嘛，每个县都有民警，每个县回每个县里，每个县回每个县里看守所。我和田县就回到和田县看守所。你就又到了看守所去了？
对，嗯，和田县看守所。那你说一下，就是这个氛围很快就不一样了，是吗？哦，很快都不一样。怎么不一样？你跟我们说一下，就是不管是从关押的人还是别的，你能描述一下怎么不一样呢？首先这个很紧张，紧张起来啊。你根本回不了家，休息不了，大量的人员往看守所送。那时候我在看守所属于实习期戒掉嘛。白天到晚上不停的人，一天上百人有。他这个看守所吧，他关的人越多，他往监狱送的越多，他不停的润，不停的送。那个是老看守所，人也不多，也有个1-2千人吧。哦，1-2千人算人不多啊。他又建了一个，就全年建了个新的，新的以后，你说关押最多的时候嘛，最多的时候那就能达到3000到5000人嘛，又建了一个新的很大的看守所。这个时候就是2倍3倍嘛，可能关30多个。就本来应该是10个人，10个人住的地方，现在关30个人，30多个。对，都是维吾尔族吗？都是维吾尔族。那你会知道他们都是以什么名义被关进来的呢？在和田县看守所，我不负责档案。但是了解到嘛，也就是那些危害国家安全罪，看暴恐音视频，准备实施恐怖活动罪，就这些东西。都是和宗教信仰相关的，还有这个民族相关的，对，民族相关的。这些人都是什么年纪呢？都是男的吗？还是也有女的？男的、女的都有，年龄大的、年龄小的。那你在那待了多长时间？这个看守所，和田县看守所？按照时间点吧，我在那里待了2个月，培训的是3个月嘛，培训1个月，在那里实习2个月，待2个月。那你然后呢？你又去哪里了呢？然后我又回到去培训去了，还没培训完，又培训两个星期。你们培训做什么呢？培训什么？培训跑步，各种警械的使用，警棍，吹水喷射机，正步走，手上铐，怎么上铐？盾牌，枪械，还打枪也会要教。大靶，大靶是最重要的一个科目。培训了多长时间？就又培训了2个月，为了考试嘛，中间不是2个月不在嘛，有2个星期嘛，2个星期后就回来了，4月份了就回到警务室，一直到2017年4月份到2017年11月份就在这个警务室。警务室大部分时间去让我调走去出差，就是看守所的投送监狱的人嘛，大部分时间就是出差的。出差你做什么呢？具体做什么？出差就看守所的拉一大车人，坐在车里面，我们3个人，2个辅警，1个民警，看着这个里面的人不让他们相互说话，给他们发馕发水，顺顺利利把他们送到监狱。当时就是在和田市看守所全县的在这个看守所集中完了以后，由地区组织。一般运送多少人呢？一个车吗？一个车40个35个。你当时害怕吗？你刚开始做这种事情？那个没什么害怕的，我是为上面人服务的。他们饿了我们给他水给他馕，他手铐戴上头套戴上，也没啥害怕的。还戴着头套？对啊，他们互相之间看不到。对啊，看不到啊。戴上口套根本看不到，手铐头套。说话的时候有辅警维吾尔族的给他说话，我又不说话，我就坐在前面看着司机。什么时候就是对讲机汇报一下，5号车收到，正常，我就干这些事儿。然后档案拿上，到监狱的时候我把这档案给监狱的人，他们都是讲中文的，就行了，我就干这件事。一般开车要开多长时间？因为新疆很大。对，开车开10几个小时都有啊。那这么长的时间，那这些人要上厕所呀，干什么的都得有人去管，是不是？你说的很好，上厕所的时候几乎不让上厕所。不让上厕所？对，就是他们就在里面找个桶自己解决。坐在座位上？对啊。那有没有听说过有人反抗的，就是在这押送的过程中？没有。
完全没有过一次，所以你也没什么好害怕，一次都没有，对，一次都没有，又不是我一个人，那么多人。你们一次会有几个车呢？一次拥有10个车、8个车、30辆、50辆都有，最多的好像我很清楚的记得，有一次3000人送到监狱都有啊。有那么大的监狱吗？一下子送去3000人？这些3000人不是送一个监狱从和田出发，阿克苏、喀什、乌鲁木齐、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兵团各个监狱送啊，一个车里面也不是送一个监狱，一个车里面可能要送3个、5个监狱，是这样，一个监狱就送10个、8个人的。这样子，所以要绕的要走好长好长时间，是吧？你们要从那个和田那边的开到乌鲁木齐，那要开好长好长时间。对，分完以后，我们这个车我们负责送完以后我们就走了。就比如说，你说最多有几十辆车这种的，就是可能有好多辆警车前前后后的会跟着，是吗？对，还有特警也跟着。而且你到每个卡点都有警察把路全部封严了，没有任何人，就只管我们过车，已经通知好了。比如你这个经过这个村庄，经过这条路，这条路不会有别的车，只经过这个卡点，全部绿色通道，也不用收费，就这样的。那这么就是一次押送1-2千人的这种事情，其实也挺多的，几百人的这一个车队里面，我不知道，就是应该是17年、18年发生很频繁的事情，是吗？对，就17年、18年。就多长时间你会出一次这样的差呢？10几天，差不多2个星期就出一次，因为出一次，1个星期嘛。要1个星期出一次这个差。远的他从走到回来就要1个星期，他走的时候要2-3天，他回来他在那出完差呢，他要那休息时机，要住1个晚上，住1天，他才开车回来。那你当时有没有想过，有这么多人都犯罪吗？有这么多人都要抓起来吗？当时没有想这些问题吧？没有想这些问题，就是在执行任务。我是从这个地方把他送到那个地方，我就在路上，我对讲机带好，饿了给他发个馕，就 OK 了，没什么事儿，我也不需要想这么多。当然了，我也听到，那也说，抓这么多人以后怎么办啊？有人说吗？私下里有啊，有同事之间啊，汉族之间啊，抓这么多人，你看啊，这个以后怎么办啊？也有这样说过吧。接下来你在那儿待了7-8个月，然后呢？然后我就去了和田地区康复医院。这个医院属于地区的，但是它在和田市里郊区，离我派出所比较近嘛，所以就抽调我去了嘛。康复医院是2017年11月份，是吧？对，到2018年8月。对。然后你能说一下这个和田地区康复医院，它是一个在和田的一个什么地方？它有多大？有多少病房？关了多少病人？然后你每天具体的工作是做什么？距离和田市有20公里，它属于地区的一个医院，不属于我们和田县管。它的面积很大，有2个足球场这么大，一栋楼。这个楼里面就是精神病患者，我在去之前都是这样的。去之后嘛，这个就改成集中营，就是所谓的集中营嘛。集中营有强管、严管和铺管，这个就是铺管。里面的人，我去之前里面人很少，100-200个人。100-200个人，就真的是有精神疾病的人。对，那当时你去之前有警察吗？没有，那个医生护士没有警察。你们去了以后怎么跟那个当时的医生护士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交接，或者你们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互动方式呢？当时这个都改成集中营了嘛，就是大批量的去社会面的人群觉得这个鉴定所谓有问题的人，精神病，就关进去。就是什么样的人会被诊断为精神病呢？这个由医生去诊断，医生诊断都是应收尽收嘛。能收进来就收进来，我知道这个。你知道有这么一个说法吗？文件我看到过。是吗？就应收尽收。其实这个是纽时当时19年发出来的这么一个对报道。这个文件我看过，上面的
也开会也经常讲应收尽收，就是能进来的就让他进来。那原来的那些真正有精神病的人怎么办呢？真正有精神病的人还在啊，也在是吧？那这些人后来进来这些人，他们肯定绝大多数不是有精神病的嘛，对不对？我不知道怎么来界定，怎么说？你会怎么说？确实有一部分不是的，还是心里面压力嘛，担心自己受到酷刑，或者审讯的时候把别人说出来。当然他在这个医院要好多了，到医院没有去审讯，每天吃药，医生给发药，吃完药休息，休息完以后外面去活动嘛，一个院子，门锁上，就是一个大院子活动，生活要比强管严管要好很多，也没有打骂。对，我还是想要搞清楚，就是说有多少人是真的是有精神病，还是有多少人是没有的，就是被关着。这个我没统计，我的下面的辅警保安值班的时候都给我提过这个问题。那个谁确实是装的，有些人装的很像，你也看不出来。他们怎么装？这个保安就是这值班，每个楼又配2个保安，一个辅警，天天跟他们在一起，那一看都出来了，对吧？吃饭，包括这个平时交往，那一看就知道他是装的不装的。就这些人，他们就是哪怕是没有病的，或者你说的这种所谓的装疯卖傻的，他们也要吃药吗？对啊，每个人发都有药。当然了，辅警保安跟我说的，他们含口里面就吐掉了嘛。他们有发现的嘛。给我上报了，然后我也不说什么。你不说吗？你没有指标需要完成的吗？我不说，那个医院的老大是医院长、书记，他们不说，我又安保，我把这个不让他们看到我的工作。刚才我没跟你讲，我的工作就是安保，看着不让他们出去，不让他们跑出去，不让他们打医生、打护士都是女同志嘛，就 OK 了。我在这个里面的工作很轻松，也是我在9年之中的工作相对比较轻松的一个，也没有给我安排收集信息，也没有去经常出差，我就值好班就行了，看监控，去巡逻一下看一下就行了。对，那就是就是8、9个月的时间，是你虽然是新疆的这种大规模抓人的这个高峰时期，但是你的这个工作是相对轻松的。躲避了我，可以说躲避了吧我。就是你原来有100多人是吧？这个精神病院，后来呢？后面又建一栋楼，又建了一栋楼有个最高峰有个1000人左右，8月份将近个8、900人，1000人，而且还在陆陆续续不停地往里面装呢。他那个后面那个楼盖好以后了吗？他准备再收更多的人。我走了以后，那个楼还没盖好呢。那你从这个医院2018年8月份你走了以后去做什么了？回到派出所，待了1个月，9月份这个时候回来了，依然是这个大规模收押嘛，非常紧张。我在这个派出所工作压力很大，晚上睡不着觉，晚上这个派出所不停的就在运转，24小时运转，你也不能睡觉，不停的就是会安排我去给这些人去搜身。我在派出所的嘛，准备分到哪没暂时给我临时的，不停的有人进来，晚上你不能睡觉，领导随时把你叫起来，24小时。搜身是怎么搜呢？就是你搜出过什么东西吗？搜身就是把他的衣服搜一下，里面看有没有钱，主要是看他有没有钱，然后把这个腰带，鞋子，给他有用的重要东西让他家属拿走，就搜这些东西嘛，身上也没啥东西。那为什么这个事情是让你压力很大的呢？也不是这个事情，就是我从精神病院回来以后，这个氛围压力很大，我就受不了，我就不停的有人来，各种事情，值班，领导脾气很大，小心翼翼，我就待了1个月。1个月以后，就突然间给我下了一个命令，让我去外出务出，就是强迫劳动捡棉花去了，就是9月份去阿克苏捡棉花去了。你还是做看守是吧？你是去看着
人摘棉花？这个就是有带队干部，他是一个维吾尔族的。我作为一个警察的目的，主要是要配一个民警，就是安全，比如路上，带这些车，路上有卡点检查了，这么多人从哪来的？由和田去另一个地方都有卡点，很多卡点路上。我作为一个警察，我就给他们对接，这是我们去捡棉花的，身份证都在我手里，车上的人是自由的，没有任何压缩，就是政府组织他们去的，组织的强迫劳动，他不愿意去也不行，就是组织你的，大家都很开心，也不是说都很开心吧，就是不同意押送这个，就是坐车上就是过卡点的时候，我给检查站去对接，对接以后是有名单的是吧？对，有名单我给你。没问题，我这个签上我的名字，你是警察，你保证好，快快的过去了，就这样。你主要是干这个，你需要在地里面吗？看着去也去，这是一个事情。第二个事情就是带队干部带着我吧，我们去地里面看一下有没有做礼拜的。当然，民众干部给他说不要做宗教活动。有人做吗？没发现，没发现。然后就是有戴头巾的嘛，这个维吾尔族干部会说，他们就是自己管了，我几乎就跟着他们就行了。大概有多少人去呢？就是摘棉花的这个地方。我们那个县我记得是转移当时3000人左右，就是从和田到阿克松沙雅县去摘棉花的有3000人。3000人。对，大概这个数目有那个名单有名单。领导会说，我们今年上报名单。人数我当然要看一下嘛。是这些人基本上都是维族人吗？都是维族人，没有汉族的。没有汉族，我没见过汉族的。那如果他们不想去，会有什么结果呢？他不想去，村委会做工作嘛，放回去工作，给他们做思想工作。做思想工作，如果我还是不想去呢？因为是很苦的劳动啊。对，还不想去了，那就他们处理嘛，他们把你，当时你不是有在教育营嘛，送去学习嘛，那基本上就是不得不去，是吗？对，一般的没谁反抗。你没有知道这个具体的这个案例，就比如说有人不要去，我知道当地的，去的时候他想回去，他会回去，那我们干部就会给他做思想工作，就是维吾尔族的干部给他做思想工作，做完以后基本上都留下来了，再不想去了，那就给他写个请假条，回家几天。休息几天他还来，就这样。那到了2021年的时候，你肯定听说过，就是反对新疆棉这个事情爆发，是吧？还有就是对，这个中国还有一些这种小粉红抵制耐克了什么的，还有好多的什么H&M 这样。当时你还在这个体制里边，你听说了，而且你也去做过这个摘新疆棉的这个看守的工作，你当时是一个什么反应呢？是个什么感觉呢？我没有想这么多吧，只看了中国政府的报道，没有这个墙外面看，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没有想那么多。我看那个外交部发言人说什么，我们新疆没有强迫劳动，没有你们说的那样，你们都是抹黑的，就是看这嘛。你也没有多想，没想那么多，我也没想是这个东西是真的假的。那你2018年9月份去做这个摘棉花的这个看守的工作，是10月份、11月份，然后你去干什么了呢？回来了，我又放到另一个村里面了，什么事都很少，很轻松。因为我工作不好，没有找到信息，抓走维吾尔族人，我这个业绩太差，笨蛋，把我分到小村锻炼学习。然后你在那个小村里面，当时应该还是很紧张的，是吧？是一个高峰期。对，高峰期。那你做什么呢？你在那儿？警务室一样啊，出差也是经常出差，见外执行人员去体检，然后去探望服刑人员的亲属，就是带领他们一起坐车嘛，还是过卡点的时候我给警察签证已经做过了嘛，就这个让他们快点去嘛，去探亲。还有去当时2019年了嘛，是吧？还有调到教培中心做档案，教育培训中心，对，教培中心，各种事情，警务室嘛，就是上面发了表格，比如收集最近判刑人员的3代亲属摸排，3代亲属摸排，对，3代亲属摸排，3
3代亲属包括住址、身份证号码、QQ 号、微信号、抖音号、快手号啊，一系列的。你都要去查看吗？我不需要，那个辅警给因为问好，是维吾尔族的维吾尔语是吧？对他们自己弄好以后，我电脑录进去嘛，他那个辅警也会电脑，不是太熟练嘛，他弄完以后再让我看一下，检查一下可以了，报上就去了嘛，就这样嘛。对，你在这个村子里面待了多久呢？在这个村子2018年，2019年又9月份又去捡棉花去了，4月份又去捡棉花去了，到2020年1月份吧，3个月吧，对对，3个月又去捡棉花了，捡棉花以后又回来了，回来了还是在这个村呢。2020年的时候，大概4月份的时候，我忘了时间了，我应该也是，大概就这个的，我又去了和田看守所，对，一待就是待到2021年8月份，2020年8月份，将近在那个看守所和田县看守所待了将近1年吧，不到1年还是1年，又调到地区。这一年是什么样子呢？在和田县看守所，就是和你在19年的时候在那18年的这个时候要比那个时候轻松很多，新冠疫情，外面抓来的人也很少，辖区的人该抓的都抓完了，没了，里面的都空空荡荡了。在19年开始就有比较大规模的外媒都在报道中国的再教育营，那在这个过程中，你们在这个体系里面有听说过就是外媒的报道，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有压力的呢？有啊，那个时候集中营解散的时候，我就在集中营做档案，我们解散是什么时候？你说一下。解散宣布的是2019年12月份吧。其实他在这个5月份的时候就放出来一批人，就回去。2019年5月份就放了一批人。7月份他陆陆续续的放，他不是那种一次性放的，放出来的人放到辖区，一少部分，然后另一部分就是鞋子厂、建工厂、卫星工厂鞋子厂上班了。但是其实，就是另外一种的这个关押方式嘛，他们也没有自由，其实就被成了劳工了，是不是？对，变成劳工了，对。你在这做档案，你怎么做档案？你都做什么呢？就结业档案嘛。你这个结业了，到时候12月份的时候宣布结业的时候，你要有档案啊，档案这个人干什么了，上面检查，你要有这个档案，你没这个档案，这个人在那边干啥呢？这个档案就是放在就集中营这个中心保存50年、30年、50年要上级检查了，我有证据，这个人确实毕业了，就像你上大学要中国要有个档案这儿，就这个意思。那你知道当时就是这种解散这些集中营是因为外面有压力的吗？还是因为什么？肯定是外面压力啊。不是，他们当时跟那个你们体制内有没有一个说法呢？我们体制内的人都这样说的，我们也知道，这是外界给国际媒体给压力，这个东西都是不正规的，都是违法犯罪的。你们体制内也这么说？就肯定了，我们都知道我们这人心里很明白这个东西就是国际媒体给压力。那你们那个也可以说国际媒体是敌对势力呢？他们不是，很多人也站在国际媒体这一块，本来就是违法的，那个时候已经明白了这个东西违法的。是吗？不光是你，不光是我，这个东西也不是我说的，我的同事就是汉族的，我们在宿舍的时候做档案的就说的，这个东西本来都违法的，没有合法证据，所以国际媒体给压力，把这个东西解散了嘛。对，这些再教育营真的就空了。再教育没空，放出来的人到辖区一部分，去工厂上班一部分，还有放出去以后陆陆续续送到正规监狱来，还有呢放出去以后再回来，再去这个还是原来的房子，外面变成职业技能培训中心，就是你在那里面不是集中营了，你学习的，学习什么呢？学习中文的，学习中文给你找工作，学习技术的，其实就是更加隐蔽化，你外界根本发现不出来，也是被强迫的。对，不是强迫的。村委会做思想工作，有 KPI， 有指标每个村里面有。你记得你当时的 KPI 是什么呢？我当时的 KPI 吗？这个东西，是村委会工作助理负责这项的。我的 KPI 就是
收集信息。收集信息，什么样的信息呢？发现这个村里面呢，就是有人实施犯罪活动的信息。但是呢，我们找不来这边信息，什么就是附近，包括我的信息源，他就随便收集。这个人没有升国旗，没有学习国语，你们不报也不行，那只有报这样的东西。报东西就垃圾信息嘛，垃圾信息就是抓不着人嘛。你们是把这个文件，就是相关的文件是要销毁吗？还是怎么样的？就是这个过程能稍微给我们说一下？就是在19年开始，那19年2020年初，就是2020年初嘛，我在那个小村里面嘛，大批量开始烧档案，把全部的3年档案全部烧掉嘛，当时我看到了我们工作队的村委会的那个堆满了很多档案书，全部烧完啊，烧完，烧完了。一半。但是你不说你还要填那些档案吗？那些档案是就是烧的是什么样的档案呢？这个和那个没关系，我写的档案是教培中心结业档案，那个档案是3年的教培的所有的材料集中营所有的材料，包括亲属信息，什么东西全部烧掉，包括警务室的这个公安网上的全部清理掉就是泄密了嘛，那时候嘛，我们知道是泄密了要保密，不准有这些东西。对，真是有意思啊。你当时看着那个是一个什么感觉？当时都是烟嘛，又不是我们那个村里面全部都烧嘛。当时我感觉就是这些人，这边让做，那边让烧。我又回去又教培中心又做档案。过去这些档案又烧完以后，不到3个月还是不到半年嘛，又重新录入档案，录入信息。什么东西什么样的档案又要重新录入？还是那些人啊，烧掉的那些人啊，还是那些被原来做的档案，比如宗教人士，收押判刑的人，出境违规的人，这个集中营学习的人，涉案为打击人，就这样的人，还是那些人又重新做。这样子。2021年又回到那个大村了，第一次去那个村里，就是玉如石开村，对，又开始要做档案，做档案做的同时嘛，还让烧，就是收集信息档案，电脑做完以后让你清理掉，因为做档案的让你做档案的人嘛，和让你清理掉的人，他两个不是一个部门叫你清理掉的那是保密组的，做档案的人是我们派出所的人，派出所的一边让做，保密组的谁让你做两个相互矛盾，所以我就很生气这件事我是常骂他，真的。你这个东西你让我做，我做完以后我还没做完，那保密组来了，啪把你电脑给你清理干净，谁让你做这个东西了？你不知道保密吗？那我说我所长让我做的，你所长让你做是你做，我的保密工作都不让做，你说这个你这个扯不扯？那你们同事之间会怎么说？同事之间到处骂呀，这些畜生然后只叫我们做档的这门口保安的给我们对讲机叫的时候把电拔掉，然后派出所的在那个小村的时候给我们安了2个硬盘，当他的检查的时候嘛，切换硬盘，一看电脑啥都没有我没干工作还去检查你们的？对呀，天天检查，不是说不检查，1个星期给你来3次2次5次都来检查看你们的电脑里面有没有东西。到后面那个检查的人也聪明了，那你电脑的啥东西没有？你在这警务室天天睡觉吗？你不干活吗？然后他们就发现我们有弄2个硬盘，我们又有新的办法，那就是检查的时候把门锁上人不在入户去了，就不让他们检查，不让被检查他。然后再检查的时候就怎么办？2021年的时候，回到2021年，我上房子里面有2根线，一检查的时候我就跑房子把那根线拔掉，停电了，没办法。就你们直接的上司是派出所的，派出所是让你们做档案的。对，你们肯定要听派出所的嘛，对吧？而且你每天的这个 KPI 是和这个是最相关的，对吧？对。但是保密的呢，他是听更上面的公安局的，对。所以呢，就说矛盾，很矛盾，很折磨你。到后面呢，我们想
他们想的办法检查，我们想着做材料怎么样的，我们把那个材料嘛，派出所不是说烤在一个盘上，然后不是八仙过海嘛，各显神通嘛，我就买盘烤这个盘上，我每个星期烤一次，烤一个盘上，你给我检查完了，我这个盘哪个地方不敢放啊，我就放在我那个房顶那一个吊顶吧，把它拉开，我就放在上面。你们内部搞得像地下工作一样。对啊，就是偷偷摸摸的嘛。你也不敢放你宿舍，不敢放你车上。他会把你的书，包括车，对，包括的车都可以收，包括宿舍随便翻，他有权利，你不敢放任何东西。我要放在我床下面盖上，你收到了你就完蛋了。床垫也会翻起来。对对，我就完蛋了，我可能是收集信息，我可能是泄密信息，那直接可能就把我给处分了不是小事儿。我就放在那个房顶上，别的民警你怎么放的我不知道，把它烤出来，那你给我清理到我还有一份呢，就这样吧。后来烤也不让烤了，你只要光盘一插上面都有报警，你这个谁让你插呢？怎么办呢？那你就没有任何办法了，还有办法就是把我们的材料上传在那个公安网有一个就像百度网盘一样，有一个盘里嘛，上传在里面。你觉得他们为什么是要这样子呢？保密组有保密组的 KPI，派出所有派出所的 KPI，我要把这档案做好，上面要检查。保密组的嘛，我要把你这个保密做好，不能被泄露。所以就是有这种。你觉得保密组为什么要查得这么严呢？新疆文件泄露抓了多少人？抓了很多人吗？哦哟，那不是抓了一般人，抓的全是干部领导，抓了多少人？新疆文件泄露是指哪一件事儿？泄露是在2019年左右，报道出来就是2019年，报道一出来以后，这个集中营里，因为我们感觉到了嘛，这个是开始关闭嘛，就因为这个事儿，这个是泄密以后，是一个非常非常的严重的事情。从此以后，我们再不印发文件，不发文件了，不印发文件，各个单位不印发，全是口传，抄笔记，就是视频会议，对讲机叫视频会议开会，口传，大家拿个笔记本记笔记，记笔记把你这个今天记的笔记马上落实走就行了，就印发上面不是我说的，地区公安局公安厅说的嘛，我们都印发一份文件，和田县公安局说印发一份，这份文件抄完以后立马销毁，你根本都带不上文件，对啊。就说他们有的时候会给你们打电话说现在的任务是什么？对讲机对讲机不用打电话都不是。对讲机24小时在身上带。有开警务室，有时开警务室，下午45点半赶快开会，一般都10分钟，20分钟通知，你赶快开车去，开车去好，这样的视频会议全部监控。我有时候不需要去派出所，这个监控就在那对面，我的警务室都在这儿，我这警务室那个视频声音大我都可以听到，就这样吗？是就等于说你是生活在监控下的，你也是生活在监控下的。对，我出门大门口都知道我几点出去，几点过来，都可以查到我，很清楚。接下来这段对话，因为在德国录制的时候话筒出了状况，录音效果不好。这是我和张亚博这周重新录的，主要谈2021年他重新回到曾经短暂工作过的玉树石开村。亚博你好，你可以先说一下吗？就是你2021年8月份重新回到了玉树石开村，这个村子你在2017年待过，你和2017年相比，你看到的就是这村子最大的变化。首先，原来的支部书记开除了，原来的支保主任判刑了。因为什么判刑？就是执行命令不坚决是吗？然后就是村里面就是基本上都老人小孩，因为该抓走的就抓走了，该去务工的去务工了，有园区就业的，有工厂。这种的就业是强迫性的呢，还是他们可以选择的呢？不可以选择，他们不是选择的。政府安排的。对，你给我说这个村子是有1700人，就是在这个大抓捕的这个集中营最高峰的时候是有多少人被抓走？就是后来你到的时候是还有多少人在监狱里面？我去的时候，首先我要这个数据要知道，这个数据是必须民警知道的，因为上面要检查，我看一下有300多个人。310、320个人左右曾经
在教育营待过，然后有120多个人监狱服刑。就是你2021年回去的时候，对他们还在监狱服刑，对所以呢，很多的被放回来的人，他们也是要去外面务工还是怎么样？被放出来的在教育人，教培中心的人也有，然后辖区的就是青年人也有，他们就是被政府组织到就是当地的建立微型工厂写字厂就是在这里面去打工，工资很低，一个月800、900块钱人民币。村里剩下的老人小孩，就剩下的人，就说他们对和你的在交往的态度上，或者是平时说话做事上面有没有什么区别呢？还有他们的日常活动和2017年相比有没有什么区别？区别，老人之前他们认识我嘛，我带过，然后会更加小心翼翼嘛，会非常的害怕嘛。这就说他们的小心，是因为什么呢？你觉得？你肯定是因为把人抓走了，你去入户的也就入户被抓走的人房子，他们家被抓走了，他们家心情不好他肯定要这个心里面要有报复，就是上面的人安排的去入户嘛。他们自己的生活实际上是不太容易自己来安排，是其实村里面政府给他们安排了很多的活动，是吗？对的，比如说呢，你能跟我们说一下？每周一升国旗，每天晚上去学习中文、思想教育课以及开会，学中文，对吧？学中文，对啊，基本上都每天晚上，但是人不同，中文好了你就一个星期来个2次3次，你不好了你就来得多，是这样的。所以每天教室。年纪大了，我都50、60岁了，我也还是要去学中文。有啊，对，50、60岁也有。那不学的呢？不参加升旗或者不学中文的呢？没有敢不学，没有那种不敢不学的。我父亲会去他们家防护义工作队，会有各种方法去让他去参加。一般的没谁反抗，因为那个时候已经2021年了。严打也比较严重嘛，都很恐惧嘛。就是他们每天就比如说学中文，然后这个升国旗，学中文，然后政治学习，这个要大概多长时间呢？就时间就他们晚上的时间都被占据了吗？还是怎么样呢？被占据了，晚上不一样，有时候凌晨2、3点还在开会。很正常。那他们第二天早上还得起来去种田或者是做点什么，要去挣钱养活自己。你说到2023年的时候，有一些对这些村民的就是监管，或者是对他们的这种的惩罚，日常看起来非常普通的行为的处罚更多了，你能不能讲几个例子呢？每个警务室就要提供一条有价值的信息，这条有价值的信息必须导致有人被抓，每个周，所以你提供有一条有价值的信息，但是每天都要提供信息每天都要去找信息。你们怎么找呢？我们早就入户嘛，信息源嘛，去问信息源，我有7个信息源嘛，但是这些信息源我一般的不联系，都是辅警联系的，都是辅警去给他们打电话去问，但是一般的没有信息一般的都是谁没来上中文课谁没来升国旗，调查一下，也就是他有事儿，他去工作那后来呢？你们怎么完成这个任务呢？完成这个任务，那就我没有，那就找辅警嘛，所长找辅警。整个派出所它是一体的，就是整个派出所完成就行了。然后整个派出所，比如每个月，你这个派出所必须完成30个或者50个名额，必须抓够这么多人。每个派出所不一样，我们派出所大，所以是抓人最多的。我们那个派出所辖区有5万到6万人，小的派出所有3万的、4万的、2、3万的，它的名额就少。总体上以这个派出所为主嘛，派出所抓够这个人了，你们这个派出所就是完成任务了。但是我问你，就是最后那会儿大家都那么乖了，就连学中文课都不敢不去，还能以什么理由去抓人呢？之前的嘛，10年前、20年前他们做过什么事情，当时没有查出来的。比如10年前他蒙过面，没有去过在教育营
10年前他和谁一起看过报空音视频，去锻炼过身体去找这些人。判刑回来的人，判刑回来的当时这条信息没有找到，比如当时他既看报空音视频，又去参加这个学经教经活动，发现了他看报空音视频，没有发现他去给别人教经讲经，那么这个时候发现了，再让他送到监狱，从这里面找。还有什么呢？有一些日常的生活是不是也是被看作是什么恐怖活动？日常生活就是不能做俯卧撑锻炼身体，家里面不准有哑铃锻炼身体的器材，就不准有，有了就你看我这手上就不行，我一下就拿到一个握力器，这个不行，你可能就被抓走，拘留。天，以什么名义？没什么名义，你就是潜在的这个，我锻炼身体，我就是潜在的恐怖分子。对，你就是有问题的人，可疑人员，没有什么原因。还有你跟我说过这个打篮球，对，打篮球也属于打篮球你私自打篮球也，还有私自打篮球这么一说，不是组织的，政府有组织打篮球的，你就偷对打篮球锻炼身体，就是有可疑的。跑步也不行，跑步就是锻炼身体嘛，也包括跑步嘛，肌肉大了也不行。我们村里面有一个肌肉特别大，也不行。问他干啥了？你是不是锻炼身体了？那怎么处理他了呢？拘留，然后进行审查。人家就长得这样子呢？就是报上去嘛，这个信息报上去嘛。至于这个办案民警怎么去询问民警，是他的原因。我们只提供这个信息就行了。我不是办案民警，我不是审讯民警。你还跟我说过，就是这个叫结对认亲，还有这个包户住户，这个当然就是说更早一点的时候发生了，但是我也想就说让你在这个时候说一下，就是你们为什么会被安排住进维吾尔村民的家里面？就是上级让你们住进去的时候，对你们都有一些什么样子的指示呢？这个一直都有。包括现在一直都有包户住户接亲是2个概念。接亲就是每一个干部你必须有3家到5家亲戚。当时我记得我好像是3家亲戚嘛，都是维吾尔族，肯定都是维吾尔族啊。包户住户也没有说具体的，大概就是观察一下他们家有没有可疑行为，然后住他们家，同时也就监督他们，看一下房子里面有什么可疑行为呢？就比如说看一下他们家里有没有做礼拜的一些东西，递礼拜坛，有没有书籍，宗教的书籍，有没有没打码的刀子，有没有那个刀子都要打码，有没有那个水壶洗手的那个伊斯兰教那个小水壶上面有没有标志，还是房子有没有改造房子不能够有那清真式的那种标志，那种贴的有这种画，然后门上，我记得我们的警务室的门都不行。警务室的门当时是2015年我的警务室建起来的嘛。当时那个门上就是一个尖的这个东西嘛，那个公安局不同意，就是那个伊斯兰的那样子的那个东西结果找了个铁皮把它给蒙上了嘛，铁皮给钉上了。我们警务室里面就那样，然后不行的全部去掉，就看他们家有没有这样的。其实这些东西我都不看。我去他们家我就他们给我安排个房子，我睡觉了，我什么都不看。你多久要住一次呢？这个不一定，有开会的时候，北京开会的时候，75比如新疆75，一些敏感的节日，古尔邦节、肉孜节，这前后都要去住，每天都要去住，每天都要去住，每天都要，这些节日每天都要去住。你不住，你睡在警务室也睡不着，他每天晚上去检查你，看你有没有住户。你在警务室你怎么睡觉？你在警务室睡觉也睡，在他们家还睡得踏实一点呢。他们检查你了，我就在这房子睡觉，你看我也没啥问题。如果你在警务室睡觉了，直接把你抓走。就是比如说你最长一次在人家家住多长时间？住是每天不一样安排的。你今天比如我给我分配了5个房子，我肯定要轮着住。对，轮着住，我一个人一天住不了5个房子，我轮着住嘛。我这个房子住完，明天我住这个房子，后天我住那个房子，只要你住过就行了。这一段时间，那他们是怎么接待你的呢？像你这样子的干部呢？村民嘛，你提前附近跟他们联系好嘛。你今天晚上我们去你家睡觉，我和附近2个一起去嘛，都是2个。冬天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提前跟他们说好了嘛，他们就会把那个炉子升起来，烧热一点。平时他们都舍不得
烧煤嘛，因为煤贵。当然我们去的时候，他们就会把房子会干净一点，给我们新被子。其实我不用他们被子，我自己抱着被子。那你当时有没有这个意识，就是说你去住他们家，实际上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监控呢？当时有一点点，但是我不太在乎，我不太去想那么多，因为我是一个汉族干部嘛，我也不是办案子的，我也找不来信息。我的工作也不好，就是因为这我的工作不好，领导经常辱骂我嘛。我到他们家，我就是门一关，我就玩手机，晚上睡觉就行了，他们睡他们的，我睡我的，就 OK 了。早上起来的时候，他们早早的起来给我们做饭，我们不吃饭也不行，必须在他们家吃饭。其实我不想在他们家吃饭，因为他们早上要给你做饭，他也做简单了，他们心情也不好。你看这个领导来了，我给你做的太简单了，他害怕我们说他是两面人了。他给你做拉面早上，天哪！你拉面要很麻烦的。对，做好了你还要吃，你不吃也不行。这上面安排的，你必须吃，所以这点我很难受。我早上一般人不太喜欢吃那么多东西。也不太喜欢吃别人的东西。到了2023年的时候，有一个新的命令，就是说每位民警每天要为村民做一件好事儿，是这么回事吧？对，每天都要去做好事。一般大家都做什么样的好事儿？然后你做什么呢？千奇百怪的都有。刚开始的时候大家还积极性比较高，确实能做一点家里面的有点小事儿，能帮忙做一下。比如说他们家的这个电线坏了，给他们家指点一下，你这个电线坏掉，这也是做好事。换也不是你换，比如他们家正在锄地里，拿个锄头锄两下，帮你家做好事。就是拍照是吧？对，拍照比如他们家的桌子从这边移到那边，回去以后人家村民又把桌子放回原位，没用。比如他说我帮村民办个身份证，办个户口本，那本来就是工作职责之内的。是。对，各种事情都有。对。那你呢？你自己当时都是主要做什么呢？我找不来什么好事，你找不来好事呢，我就把学校和我们村委会挨着嘛，50米不到。我是这个学校的副校长，法制副校长。你还是对，兼职嘛，这个在中国都这样的嘛。我又是村警，又是村委会的组成的成员。我又是学校的法制副校长，就是给学生讲这个家里面不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给学校老师就是沟通好，学生放学了，我让学生带我来到我警务室门前。就村委会，我给他们剪头发嘛。你就是剪头发。对。你当时意识到就说他们为什么要让你们这么做好事儿呢？当时没有想这么多，当时就是可能这个马训瑞来了，就是缓解了嘛。我为群众，人民警察为人民嘛。真正的做好事，我心里想的就是真正的为他们做好事，没有想那么多。后来就是来到德国这边，有专家提醒我嘛。我突然间就原来是这样的，就是监督他们嘛。那时候我剪头发，领导也没表扬我，因为我没去他们家，我就是在这个人叫到我就叫村委会。领导上级是想让你们以为维吾尔人做好事的名义，更巧妙的进到人家家里面去看一看家里面是什么，是吗？拿做好事其实是收集情报的、收集信息的一种方式，是吧？对，就是拿做好事去包装。去宣传，实际的目的就是对你另一种监控，就不像那个陈全国的，就是那个那时候就是一种强硬的方式，是吧？这是更加的稍微委婉一点的方式，进到人家家里面。对，就是你们每做完一次好事，都是需要拍照，然后这样你才完成了任务，是吧？对，拍照拍照完以后上传了专门一个平台上传上去，然后还要写一段话，这个几点几分为村民干啥？比如我几点几分，今天下午15点，不是，明天下午17点到18点，我帮学生剪头发就行了。前面有提到这个情报员，就是在这个村子1700人是吧？大概有多少的干部和情报员？就是他们是怎么管理的呢？比如干部的情报员，那情报员都是保密的，我不知道，对吧？比如我有7个嘛，我做7个档案每天
每星期要写2次嘛，跟他见面，在哪见面了要写清楚，说了什么话，给他安排的什么工作，这个档案都每个月都要考核，有个月考核，他给你提供了什么信息，如果这个信息源1年没有提供价值的信息，就会取掉再培养。需要几条呢？有价值的信息？规定是每星期1条，但是你一直提供不了，那写一点就是，其实这个信息源提供不了重要的嘛，提供这个不太重要的也写上嘛，就是证明这个人干工作了嘛，对吧？他们有信息费，好像是有时候2个月、3个月吧，花上300块钱，就是辛苦费嘛，不多，如果有价值的信息了，那就钱更高。3000、5000都有。前面你说了，你最重要的 KPI 就是线索，就是有这个有用的信息，对吧？对，最重要的作为民警，你最重要的就是情报线索啊，把这个人在这所谓的犯罪之前，所谓的实施暴恐活动之前把他抓走，那就是最大的功劳。暴恐就是人家做事情之前把他抓走，就是人没有犯罪。对，就是在他犯罪之前，在他萌芽状态，他想做这些事，他想把我，比如他想让我们的村干部杀掉，他想这个袭击派出所，在他想的这个同时呢，就把他抓掉就行了，不让他。你怎么知道人家是想的呢？好奇怪呀！那就可疑情况嘛，比如有可疑情况了，这个人突然间抽烟，或者突然间就是不和邻居交往了。不和邻居交往也是一个不说话了，对，突然间就是晚上回来很晚，这个人就有可疑情况，那就把他报上去，报上去以后，所长有专案组嘛，都是能力比较强的嘛，像我这笨蛋不是专案组，就会对他审查逼迫你嘛，你不说那就各种手段，酷刑剥夺你睡眠，自然让你去说。那你还说了还有一些别的，就比如说用电情况，还有你说加油，你能说一下吗？这个是叫上级推送一体化作战，就是作战平台上面有一个公安的专门有一个那个系统，只要把你的身份证号码输进去，你所有的东西都出来了，加油记录是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出来了？他是突然间就是你车加满油了，平时不加油，你这就可疑情况，你加油干啥了？是不是开车要冲撞人们，对不对？突然间你家里用电很频繁，你在家里是做什么了？肯定有问题，就这样，就会推送，就会把这条信息推送给我们警务室，我们警务室嘛就会去进行核查。比如我不是核查民警，那这条信息，我的所长就会给隔壁的村里村警让他去核查，一核查就会出来问题。你说你是笨蛋，你这么自己说自己，就是你不是我不是我说的，这个所长说的。所长说的，我不是自己，不是我自己说我笨蛋，所长这样说我骂我的，我是这个笨蛋，我是这个最差的民警之一。什么信息没有工作不行。那我想问，就说你完不成任务的时候会怎么样呢？可能把我禁闭值班在派出所。限制人身自由，我不能休息。这一次让我休息了，我不能休息，不能回家。还有就是你说过这个村里面有时候会有刑满释放人员见面会，你把这种见面会称为最可怕的洗脑成果展示，你能不能说一下描述一下是怎么回事，然后你为什么会这么说？我记得我们村里面第一次的时候是在2023年5月份的时候，一个60多岁，是个女的是吧？我忘记她的全名。对，是个女的。她当时见面会的时候，我们围成一个桌子，第一书记、村警、村里面的所有的干部，包括他的邻居，他就开始汇报自己的情况，自己犯了什么罪，在哪个监狱服刑多久。最后就是我感谢监狱的民警日夜对我的照顾让我从这个极端之境脱离出来。他是全程中文说，而且站得很笔直，所以就让我自己虽然是警察，也没有他做的那么好，我觉得。在他走之前，什么叫没有他做的那么好？就是比如他站起来的时候，他说话的时候，声音那种就特别标准，是吗？对，像机器人一样。他都60多岁了，就这些人其实以前都不太会说中文。一句话不会说。他走之前，他回来的时候，他儿子都跟我说过，他说我母亲走之前一句中文不会说。他说
回来以后我学到了中文非常好，他儿子这样跟我说。他在监狱里面待了多少年，你知道吗？你记得吗？5年左右吧，应该是5年，3年还是我应该是以什么罪名？3呢？年还是5年？他做了什么？他大概是扰乱社会秩序罪，就是危害国家这一方面的嘛。像他这样的人，他回村以后，他是真的就恢复自由了？就比如说他要外出，还有他要工作呀，还有没有一些限制呢？这个是肯定有的。他只要离开辖区，必须给村委会、村警务室报备，提前请假才能离开，没有任何自由，比监狱里自由，当然比监狱自由嘛。从疫情开始，实际上你们还有一个另一个工作，可能也是为了完成这个 KPI，就是要到外地、到内地去遣返这个一些维吾尔人。你能给我们说一下，就是你到贵州去带回这个有一个烤肉店的店主？当时是2021年的时候，12月份那个冬天嘛，我们去贵州，阿布莱提在贵州开了2家烤肉店，在贵州待好多年了，贵州买的房子按揭的。然后给我们安排的国保大的，我带了2个干部，就是把阿布莱提骗回去，就是说庭院改造，家里面的房子改造一下，和村委会见个面。庭院改造是什么意思？庭院改造就是前面我说的，就是家里面的房子不准有清真寺那样的东西。房子里面伊斯兰风格是吧？对，房子里面墙上不准挂地毯，不准那样改造一下。然后我们不就到了贵州。给阿布莱提说嘛，你回去一趟，上级的安排，我们也没办法所以你也理解我们阿布莱提，给我们就回去了。他在那边生活了10几年是吧？对，10几年，对，生意还可以，开了两家这个烤肉店他老婆有孩子，孩子在那边读书，中文说的挺好的。你们到他的店里面去的时候，就跟他说，我们需要你跟我们回去搞这个庭院改造这个，他是一个什么反应？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其实他心里很明白，因为他们在外地务工，他们都有微信群，他早都知道了。他就知道他回去以后，有可能回不来，因为前面的人都被回去以后都没有信息了，都消失了嘛。你上次跟我说，就你们跟他说的时候，他人在发抖，这些是真的发生过吗？有啊，当然他很害怕跟他说的时候。当时我们去的时候，店里面有一个店员帮他卖烤肉的嘛，然后我和当地的外出工管理人员有一个人，然后我们3个阿布莱提在他店里面坐着嘛，然后阿布莱提很紧张，当时肯定很紧张，但是我就劝他嘛，就说你不用害怕，如果你是这个嫌疑人呢，可能能把你抓起来戴上手铐了，我只能这样说嘛。你怎么知道他很害怕呢？他2个身体都抖呢，你肯定看出来了，你这个脸色不一样啊，对吧？心情不好啊，脸色人害怕和不害怕就可以看出来。就你跟他一起坐飞机回去，是吧？对，坐飞机回去。到了和前机场以后，当时是晚上了嘛，天已经黑了。阿布莱提的家人就在机场等着呢。他家的人，当然他家的人给他和田这边的亲人已经知道了，对吧？几点坐的飞机，然后国保的民警就是这防护服嘛，别设的这个衣服，拉着阿布莱提爬戴上手铐都走了。那些人谁我都不知道。他知道我张亚波你辛苦了你的任务完成了，你回去吧你可以走了。也没有说他是以什么名义把他没有任何名义就是押走，他是国保大队的没有任何名义他们也不知道，其实押人的也不知道，只有审讯民警国保大队的审讯民警案子的事情，但是这种案子是绝密的，是保密的，我们都不知道。那你后来知道他的下落吗？不知道。那你现在看呢？你觉得你怎么看你当时扮演的角色呢？当时扮演的角色自己也不是警察，就是一个村干部嘛，就是村里面工作的。我们也没暴露自己的身份，当时也没想这么多嘛，脑子里面不会想那么多，领导就是绝对服从嘛，这个你必须领导说什么你就做什么嘛，哪怕这个是错误的，领导让我跳楼我就不敢不跳，是人这样的，当时的脑子是这样的，让我死我不能活，这样的。
正好，那你就跟我们说一下，就是你们在新疆这个公安系统里面，就是他们是怎么管理警察的这种的思想啊，就让他们忠诚啊，就都有哪一些日常的或者制度性的这样子的所谓的思想政治学习，或者是怎么样，你就觉得要绝对服从，哪怕是错了也要做。从培训的新警培训的时候，那个开班第一天教官就说嘛，绝对服从。公安就是绝对服从，我所有的一切都是围绕着绝对服从。然后到了派出所，不管你工作再忙，必须参加政治学习政治学习给你灌输各种的，就是维稳的这种思想学习领导讲话让你没有机会去思考。讲完以后还学习强国，学习强国 APP。我记得我最忙的时候是在吃饭的时候，我要去刷这个学习强国，就那个有积分，那个 APP 有积分，刷学习强国这个视频。其实我们也不看，你必须把它播放完，你把它播放完以后你才有分，你没分了呢，你绩效考核都没有，你可能就被限制人身自由，不能休息，你可能会要被一些检查，甚至把你的工资扣掉。就是比如说他们让你们有这种的反暴恐的这样的思想，这种的，他们就是整天会经常性跟你们说维族人是怎么样，或者是这些少数民族会是怎么样，这是这个日常学习的一部分吗？这个有啊，这个有时候会播放短片，比如我们培训的时候，尤其是培训的时候会给我们播放各种这种血腥的短片，维吾尔族人杀汉族人，怎么这种很暴恐很炸，这个造炸弹怎么很恐怖，所以让我们对他们产生的这种恐惧之心嘛。当然派出所开会的时候也会说，比如我们辖区经常会说一句话，就是别认为你们辖区是安全的各种隐患都会有，随时都可以爆发一定要随时提高警惕。当这个事件出来了以后，你可能都脱了这身衣服，你可能都进去了，就是说我们嘛，我们都进去了。说你们可能都进去是什么意思呢？对啊，只要他做了这件事首先抓的是民警嘛。是这样子，所以让你们就是要让你们特别提高警惕，人家没什么事儿的时候就要把这些人先抓了进去，是吧？是把所有的维吾尔人都当成了嫌疑犯。对，所有的人基本上都是嫌疑犯，都有嫌疑。他们给你们不停的灌输这个维吾尔人的这些的就让你们看这种的所谓的暴恐的视频啊，这样子的制造这种的恐惧的这种的氛围，你害怕吗？你作为一个汉族人，你在这个村子里面可能是唯一唯二的汉人，是吧？剩下全是维吾尔人，你害怕吗？当初我挺害怕的，说实话，当初就是2017年第一次做这个事儿的时候，我挺害怕的，晚上把门锁上把大门锁上但是到了2021年，经过经历了这么多，2021年我又回到这个村的时候，我慢慢的就是不再那么害怕了，因为我了解他们嘛，经常和他们建立了这种关系很多都是我的朋友。你说维族人是吧？村民对，我也没在那里，汉族人也很少，也没有什么朋友都是维吾尔族人嘛，他们和我们普通人是一样的，他们在家里面干活打工，农民嘛，结婚生孩子抚养孩子，追求幸福的生活，和我们是一样的，甚至他比我还胆小呢他比我还怕死呢，因为他们是真正的生活在恐惧之中的，这么长时间的这么大力度的打压，抓了那么多人，身边的亲戚被抓了去坐牢，去到这种的集中营，他们肯定很害怕呀。就我比如给我玩的关系比较好一点的他就给我说实话嘛，他说我只要这个村委会一叫我的时候，我都害怕的很，要把我吓死。我说你不要害怕，就大祸临头的这样子的，他比较害怕是吧？因为村委会一叫走，这个人可能都没了。没了就是被抓走了是吧？没了就被抓走了。他说他很害怕有时候听到那个警车声音他就很害怕。那你当时实际上就是你挺反感就是你做的这些工作是吧？你后来你就说这种填表就整天填表是吧？你能稍微说一下就是你特别痛恨的这个工作，你能稍微最后总结一下吗？最痛恨的就是2021年的时候，我再次回到这个村里面，这个是慢慢的让我对这个
体制你感到失望，尤其是最痛恨的就是半夜把你叫起来，你休息的时候就是晚上凌晨2点3点钟，他把你叫起来以后嘛，填这个表格不但涉及到你，涉及到村民，涉及到村干部啊，涉及到医院，甚至更多的人，你要把所有的人都叫起来。都要填什么东西，什么信息？为什么信息是需要这么紧急的，要把所有的人叫起来？对啊，就是我很烦，为什么信息都这么紧急呢？他让你收集下去的信息，就是收押人员，3代5代，我给你举个例子嘛，比如这个人收押了，要他们的3代亲属摸排，那白天你为什么不要呢？他非要把你赶到半夜的凌晨3点的时候让你报，啊，白天他也不要啊。比如这一次新冠疫情统计这个人员，那就让你晚上去报，很多这样的事情。突然间下一个表格，这个表格你也不知道干啥的，甚至你从来没有看过，而且报完以后，晚上你报完以后，第二天说不行，你昨天晚上干的这个不行，重新报啊，白天又让你重新报啊，他就是折磨你嘛。你的工作的很多方面你其实都很不喜欢。对啊，就是因为我不喜欢我才出来嘛。我也喜欢了，我可能我1个月的工资，我现在将近拿1万块钱人民币，我有车有房，我又没贷款，我生活比我在德国的生活可以说好很多啊，我有地位，对吧？啊，我语言通。有多好的基层警察和你的感觉是一样的，你们同事之间会聊吗？聊，都是这样的，基本上都是每个人都讨厌，我觉得每个人都讨厌。那为什么就是说，如果这么多的人都讨厌或者反感这些工作，为什么这个系统还是可以一天一天的运转下去呢？就是大家还是在做，是吧？你是很少的就是出来的，是吗？第一，钱嘛，在这个我们那个生活里，我们那个新疆那个地方，很多人收入很微薄呢。你要当个普通的工人，1个月就3000、2000块钱，在那个系统里面稳定5险1金，看病不要钱，给你报销，多好呢！住房公积金，这是最大的诱惑。第一点，你说有了钱，什么事情干不出来，对吧？啊，这是最大的诱惑，这一点就 OK 了。再一个就是你家里人在那了啊，你敢动了，直接把你的家人给你株连你3代5代，对吧？所以嘛，我想说的一句话就是什么？一句话就是神经病和勇敢的人嘛很近啊，要么是个神经病，要么就是个勇敢的人。那这么好的工作你不做，1万块钱的工资你不拿，那不是神经病吗？谁说你是神经病？全部人说我神经病啊！我的妻子，我的最亲的亲人朋友，包括我的同事他们都说我到我们家去审查我妈的时候我妈问他像我这样的人多不多，那个警察就会说他这样的人新疆就有一个脑子有问题的人，这个是。但是我来到德国这边，他们都说我是个勇敢的人，那不就是离得很近吗？挨着吗？对不对？我们接下来说你自己在这个体制里面的这些年的感受吧，就是你做警察的这9年来，对你个人来说最痛苦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最痛苦的就是长期加班，回不了家。比如8年没见过我的父母，我来到现在，人身自由受到限制。比如我有事儿，我家里有事儿，我不能请假。还有经常受到领导的这种辱骂，随意把我禁闭，限制人身自由。随意禁闭？你被禁闭过？禁闭过多少次？禁闭过2021年好像12月份吧。因为什么？因为领导点名对讲机叫例如是开警务室我没有回答，辅警回答了1分钟没有接到，领导心情不好嘛，当时就是和派出所的一个辅警是一个军人，是当兵的一个军人，立马开着警车都把我直接抓走了，门直接啪给我踢开，押解我和押解犯人没任何区别，这是对我冲击最大的一件事。把你冲进去，把你抓了，然后对，直接送到派出所，送到派出所，我当时衣服都没穿，我就穿一个薄裤子，12月份新疆天气可冷了，我穿一个薄裤子，上面就衣服都脱掉了嘛，
我立马拿一个外套穿上来。到派出所以后，他说你还穿衣服，把衣服脱掉，要把衣服脱掉了，就光送一个里面这个，里面一个秋衣，准备一下，立马把我送到卡点值班24小时，直到3天3夜。3天3夜还是24小时？3天3夜，不是24小时，不是一直值班，中间夜间嘛让你休息一会儿。白天也是换班的，不可能一直让你站那儿，那把人冻死掉了。摄像头看到我这对讲机在这不停点名，几乎10分钟5分钟点一次。他派出所的可以看到我清清楚楚，高清摄像头。这是一种惩罚是吧？对，不光是你自己一个人是吧？是对很多人都是这样子的。很多人，别人，我的朋友，我的同事们，在派出所的那个2楼拿着枪值班，站岗也是这样的。就是，不停的让你值班。本来是你值1天嘛，今天值1天，值1天的时候换着休息，那个很累。第2天你应该是休息了，可以休息1天或休息半天换一下，但是这连都不让你休息，就这样。这个是对我伤害很大，而且我是警察，你不能这样抓我，你没有任何法律手续，你没有必要让我禁闭，我没有做错什么事儿，就对讲机没接嘛，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你有跟他们说吗？敢说吗？你不敢说是吧？说都不敢说，开玩笑吧。你吭个气都不敢，你根本不敢说。还有就是提供不了线索嘛，禁闭在派出所就是一个房间，比这个房间小，你就在这个房间，我服刑在这个房间，我在对面，监控室值班24小时，不准离开那个门，吃饭的时候给你送过来，除非上卫生间上厕所的有打报告，10分钟之内必须回来。你敢说话？你说都不敢说，你动都不敢动，你敢说话？还有很多，这是其中一个，后期的时候让我决定离开的，比如新冠疫情，我也很痛苦。最让我想不开的就是新冠疫情，就是2022年那个时期，把我们村里面的人就是，所有的人就是几乎都要去隔离。最后出来一句话就是什么？你有没有隔离过？你没有隔离就要隔离，不是因为你阳了或者阴了隔离，而是你没有隔离就要隔离，就是故意把你抓走。甚至呢，到后期呢，就是干部把第一书记、维稳专干，这个黄会工作队、支部书记全部抓走隔离去了，然后准备也把我抓走隔离呢。我说书记，你把我抓走隔离，村里面一个人都没有，安全怎么保障？这个书记我和他的级别就是不是一个系统的嘛，我可以给他说话，可以给他提意见。我当然我的直接领导，那你吭气都不行。然后书记说，那你留在村委会吧，我们去隔离。结果干部村里面全部去隔离了。他自己隔离了吗？不是啊，那个上面安排的。他隔离，他给我讲那个环境嘛，太差了。你没有病，你在那个环境也可以生病。大房子里面，说白了就是关押。我现在回想起来，那就是关押，就是你有去看是吧？啊？你有去看？没有，那个环境没看，发的有视频，我看了，发的有视频。那你说一下是什么样子呢？房子房子很大嘛，就是教室嘛，就学生教室里面呢躺了很多人，地下没床，吃饭也吃不了，天很冷嘛，天很冷，你晚上也没暖气，就是你在那里面本来没有病，本来不感冒的，你在那里面就会感冒，就会生病，就是这种环境。还有一种环境就是我没有亲历见过，我隔壁的附近的村里给我说的一个女辅警，她说，他们家的人去隔离了，怎么样的一个环境呢？就是家里5个人嘛，男的、女的、老的、小的，全部在一个房间，拉屎没有卫生间，就这个塑料袋，爸爸妈妈拉屎，这个儿子在那看着，你想一下，就这样的环境让你去隔离。但是我听到这些事，对我冲击力，我觉得特别大。我说这样是人干的事情吗？对不对？而且再回过来，我隔离的时候，你说你不能说人没有隔离的你必须隔离，没有隔离的必须隔离，那村民很反感。
他好，他阳了，你让他在家里隔离不行吗？比什么都好。你让他在一起隔离，那是不是相互传染？你觉得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呢？也是 KPI 吗？就是隔离变成了一种 KPI 吗？这个我没有去想，但是他们就是这样，有一点这种可能，就是必须让人隔离。但是这个话我没有听过，但是他做这种行为就是这样的，必须把人隔离。就是数字是吧？对，就是有一个对百分比，是不是？对，就有这种百分比，有这种可能。为什么当时我的维吾尔族的民警都去隔离了？我们在警务室隔离不行吗？辖区里面的所有的人都封闭了，非要让我们在那个大房间里去隔离。我觉得就是当时，就现在嘛，我在回忆起这件事，他就是故意折磨人的，故意让你就关进去收拾你了，就是这种感觉。就是你觉得他们隔离的这种的处境，比你当时去送人去这种的再教育营啊，或者是这种的去摘棉花的这种，还要让你觉得难过吗？这个新冠疫情要比那个要更痛苦，因为这个牵涉到我自己。因为这个我也牵涉到人身自由不自由。那个不管怎么剪棉花，我是干部，我可以自由的活动。我可以想吃什么买什么。那你最后还是没有去那个被隔离啊？我没隔离，我在警务室隔离了。我没有去隔离，让我去隔离。我说，当时村里面没人，就给我关在警务室了，我不能出来。关了多久？1个星期10天左右吧。然后辅警给我送东西，就是开个门缝给我送过来。就这样的。还有你说这个体制内像另一种监狱，你能说一下这为什么说这种话？你像我限制人身自由，不让回家，你说话的权利都没有，经常辱骂，他不就像那种监狱吗？心灵的监狱吗？就是新疆我也没出去过，它不是一种监狱吗？也不让你回老家，我老家也没回去，我妹妹结婚都没回去。是你不能请假吗？对啊，不让你请假了吗？你试了吗？试了，不让请假，不让回去啊。那是哪一年啊？那是刚疫情爆发的时候，好像还不紧张的时候，2020年1月份的时候。但他们以什么理由不让你回去呢？理由很多啊，一级战变啊，不准请假啊。这个理由在你看来感觉都是想不通的，就是没有什么理由，你就是不能请假，人没人，派出所没人，这个我们这个工作强度很大，没有假期，也就是说在公安上你就没有假期，你一到假期的时候你是最忙的，不需要你请假，没有任何理由，你不能请假。一切事情都看你这个领导的心情好不好。你要领导的心情不好了，你所有的人都遭殃了。你想想这是什么样的体制？对不对？他是个人，他不是个神。对。他今天跟老婆吵架怎么办？对不对？他今天拉肚子了，他心情不好怎么办？那我们不可能看到他过，对不对？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在疫情期间，你在这个村子里面是吧？基本上在这个村子里面，21年到23年，你说其实是相对轻松一点的，是吧？因为在疫情期间就他们没有大规模抓人，对，当然就是把村子里的人都送去隔离是另外一回事儿，是吧？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就说第一个，你刚才显然不知道贵州大巴。这个事情是吧？还有就是你知道，就是乌鲁木齐大火，你肯定是知道，肯定知道。我当时看到了网上呢，就是转发的，立马就被删掉了嘛。我看了一眼，有一个好像是内地的一个微信朋友圈，你发的那个有一点那种敏感嘛，乌鲁木齐大火烧死了很多人，然后突然间就没有了，我准备保存一下，就网上没有了。我听说新疆的讯息是封闭的，我大伙不知道，我是这个从内地发过来的微信朋友圈，新疆的没有这样，没有说，大家不说，在群里面都不说，不知道这样事，就你们村民都不知道，村民谁都不知道，没有信息。你是觉得他们不知道，还是大家不说？不知道，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乌鲁木齐有大火，这个是从内地发过来的，我们不知道。那你知道，就是因为乌鲁木齐大火后来引发了这个叫白纸运动。这个白纸运动，你当时在新疆知道吗？不知道，我离职以后，我在翻墙的时候，我在网上 YouTube 看到了。
我才知道白纸运动，是新疆大火引起的，不知道。其实你们信息真的是非常的闭塞。不是一般的闭塞，是非常的闭塞，你根本都不知道。就包括我现在坐这，新疆的人，所有的人不知道我出国了，知道领导知道。还有一次你说过你被那个当众羞辱是2023年1剧组的时候，就是你没有穿警服。这个所长嘛，可以说是也是那种欺负人的，很坏。当时的你看我那个门口了吧，他从那个大门口过来了，看完以后一开完那个大门，所有的人进来以后就是必须把大门开，然后我都看到了，我赶紧回去穿警服。然后他冲到我办公室，啪啪给我拍照，找事的嘛。我说我不是刚起来，那时候已经10点钟了。我起来，我没有10点钟起来去工作的。一般的我是8点钟起来，就当地时间8点钟起来我就工作了，然后把这个群里发到群里面，写了一段话，典型张亚博不穿警服违反纪律，以此为戒，你们要听话，要按照派出所的指挥去穿警服工作。这个事情是对我冲击太大了。你真的这个事，我当时我就，我一话话我当时我是装孙子一样，原来说让我求求你不要这样发，群里面那么多民警辅警，这样太丢人了。我没有10点钟起床，你可以问我父亲，我不听你解释。所有和田县公安局的领导都是这个逼啊！我跟你说了没有？不听你解释，就是一群傻逼。我想着骂人，真的，一群小学毕业的傻逼，啥都不知道。小学毕业，你想一想，全是这个当兵的。你当兵的，就我们那个领导，我当兵嘛，他就是这样的领导，给领导敬个礼，你好，就给站领职敬个礼，好了，我就提拔你。你因为你当兵的，就是当兵的圈子。我刚才说话太脏了，我真的是太生气了。这件事，他们很瞧不起大学生。你们这大学生就是书呆子，就是这样的。我说那大学生说那中国的北京清华大学灭掉就行了嘛，不要再开了，对不对？全部要当兵就行了嘛，对不对？清一色全部是当兵，公安所从派出所的指导员、公安局局长、政法委书记、县委书记，包括陈全国也是这个当兵的。你看，清一色当兵的。当兵的怎么样呢？你想说明什么？我想说的这句，我都来到现在，我最恨的就是当兵的。原来我从小的时候，我最崇拜的就是当兵的，穿一身当兵的衣服，因为我在经历这个当兵的这些人，包括结婚的，打老婆、骂老婆，像畜生一样在当兵里。我最恨的就是当兵的。对，那你当时为什么没有穿警服呢？你平时穿警服吗？我当时没穿警服，很简单，原来他说不让穿警服，原来说他汉白的不让穿警服，这个老百姓害怕，他这样说的。最后呢，又要穿警服。我觉得这个不穿警服，反而会更好，给老百姓很容易沟通的，人家都吓得心脏病要死掉了。你不穿警服，觉得像个普通百姓一样，很好嘛，对不对？你为什么要穿那些衣服，而24小时穿上？你等有开会的时候，你说外面执行任务的时候，去送人的时候，你穿上警服也可以。你这个普通百姓，而24小时我都住在那个村里面，我就像那个村民一样，没必要。我是这样想的。就是你自己感觉，就是说，这其实是一种你说过一句话，你说是权力大于一切。对，就权力，他说你死你都死，你活都活不了。那你觉得就是在这种权力大于一切的这样子的一种权力结构里面，你处在一个什么样子的位置里？我处在最底层的一个位置。那辅警呢？辅警他不是这个系列的，他不担责任啊。这个事儿出来了，你这个辅警没有责任，你就是民警的责任啊。辅警是配合我的，组织这个警务是出过事了下去，说是先把我给抓掉干掉，辅警大不了开除回家去干活去嘛。那你不也一样吗？我也什么一样？对，你也就开除了，就回家干活去就完了嘛。我比他要严重，或许把我抓在监狱里面判刑，判刑的民警很多啊。辅警不是这个系列的。这个系列之中，民警基层民警我是最基层的，就警务是民警。辅警说一句话我不干了，那你就没办法，对吧？那你觉得就是在你这说的是一个体制内
的这么一个对权力结构对，但是新疆还有一个更大的社会结构，是不是？对，你怎么看这个社会结构？你是处在一个什么地方呢？我对于普通百姓来说，那我可能就是领导，受人尊敬的人民警察。大家怎么叫你呢？那个村民怎么叫你呢？村警啊，就叫村警吗？就不叫你叫村警领导吗？有叫领导的呀，领导维吾尔语说他们领导的是巴西莱克，巴西莱克领导啊，有的叫领导啊，基本上叫村警，就这个名字嘛，因为就叫村警比较方便嘛，啊，我的父亲就会叫我，有时间我的父亲会叫我领导。哦，对，那你怎么看？你在这个整个社会结构里，你处在一个什么地方？这个社会机构在这个体制内我是最低的嘛，这个社会上，但是对于家人、对于朋友来说，我是地位是比较高的，人民警察有工资啊，有地位，有办事方便。办事方便能有什么方便？比如你是警察，你到哪个地方、哪个单位去办事，给小孩找个学校，那肯定是优先考虑啊。如果没有这点办事的这个效率呢，那谁还愿意当公务员啊？中国的公务员你也知道啊，那比如我去，去医院，那可以给你开绿色通道，不用排队啊。比如我去停个车，我可以不交停车费啊，我警官证一辆，我执行任务啊。比如我过这个公安检查站的时候，我警官证一辆可以让我快速通行，不检查我的车辆啊，这是很多好处啊。比如我的孩子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我爸爸是警察，没谁敢欺负，包括我的孩子，没谁敢欺负啊。那老师也很尊敬啊，对不对？这就是一种好处嘛。我就说嘛，我在这儿比真没我在新疆待遇好。对，今天我去看了你住的地方，很可怜的，说不，对你和另外一个人也不能说什么话的一个人，对，我在我那个警务室，你看那个窗户，单独卫生间很大，我那个卫生间，放洗衣机、马桶，然后有一个宿舍，还有热水器是吧？每天可以洗澡。空调，办公室一个空调，然后隔壁是我单独的厨房隔开的，里面是一个厨房，专门做饭的。外面这个厨房还有一间房子，专门放一个大桌子，10几个人围着吃饭都没问题，啊。对。然后我门口还有一个菜园，我可以种菜。你会种菜吗？我基本上都不种，我花钱买菜苗，这菜苗我是给这个辅警叫村民叫过来帮忙种一下就 OK 了。就是你也有蔬菜吃，对，我当然这个权利，你说这个权利这个很大的，把村民抢着给你干了，抢着来干。对啊，那肯定的，你这个村警种点菜，我只要掏钱就 OK 了，这不是强迫劳动，这就是帮忙的啊，帮忙，这确实是帮忙的。对，也是因为你有权利，他们想要就和你关系搞好一点，对不对？搞好一点，对。而且种菜你也不是种很多，就是大概有1点嘛，种菜的时候，你可以帮忙种一下，这个东西这个给辅警安排就 OK 了，有时候辅警种好就行。对，所以我待遇在国内很好，我没有任何贷款，而且我的工资这么高，我的车是10万块钱买的车，已经很好了，看上去很漂亮。就你是有没有人因为你做的就是你认为是你只是你的在执行任务而受到伤害？没有，我扮演的就是说白了嘛，这一个车嘛，发动机，我只是这个车里面吧这一个灯或者一个座子或者这个车的外壳而已，这个真正的发动机已经做好了，这个最核心的东西做好了，我只是那个壳，其实那个壳里面有我没有我都无所谓，我就是一个打杂的，一个打扫卫生的，就是这样的。你不觉得就是说，就比如说你参与了这个对维吾尔族人这种大规模的迫害，你哪怕是一个螺丝钉，你也是这个机器里的一个螺丝钉。是这个螺丝钉，但是我没有对任何人因为我去伤害过任何人，我反而在生活中人民警察为人民嘛，我反而给他们做了很多贡献，比如这个生活中我帮助他们，不给他们造成麻烦。当我发现这个事情不好的时候，我立马就撤了，我辞职不干了，我跑了。你是到23年才辞职不干了吗？
对呀，才意识到这个事情是不好的，还是因为就说你是觉得这个疫情期间你受到的这个太多的这种伤害，你自己个人的伤害，还有就是这种各种的你自己受到的这种你觉得不公正的待遇。对，就是疫情期间，但是正在隔离，你辞职不了。成全国在的时候明确规定不准辞职，但是那个时候也没有好的工作，也没有好的前途，也没有真正的去觉醒，但是就是一份工作嘛，这份工作而已嘛，而且自己也不是参与这种询问这种酷刑，自己比如这个东西嘛，流水线嘛，分5步嘛，第1步最重要，对吧？收集信息，第2步把人抓走，第3步是询问审讯，第4步法院检察院判决，最后的时候才交给我。最后的时候，你这个东西有我没我都无所谓，别人也可以做这些事儿，就最后的打杂的这个东西嘛，交给我了。前3步嘛，我都看到了，多说的时候知道了，这个东西交给我了，我确实去，参与了这些事儿，但是我没有对任何人伤害，我反而去保护了很多人，我只能这样说。然后当我疫情的时候，我发现这个东西不对的时候，因为辞职也不让辞职，那个时候也很轻松，我就看守所大门口值班。你说疫情的时候发现这个不对，是指的这个大家都去被隔离这个事情吗？还是指的是什么呢？所有都觉得这个，包括以前的这个收押判刑，我就感觉到不是很正常。而且看大门，看守所我看大门的，我有什么错？我就背个枪，我就说在看大门看监控，我看了1年大门，你说我有什么错呢？对吧？我就是看大门的嘛。然后我就觉得不对了，那我就辞职，我就跑了。我今天我就站在这里，我去帮助维吾尔族人去说话，我帮助他们去发声，我帮助解救更多的人，这是我良心的发现。我走入了基督教堂，这是我作为一个基督徒的应该做的事儿，对吧？人无完人，金无自足，人无完人嘛。当我反省过来的时候，我能够站出来发声。这个在新疆是很少的，像我这样的人很少的。我觉得我已经更好了。如果连我这样的人你都不能原谅，就是所有的记者都在问维吾尔族人受到什么伤害啊？他们在集中营、监狱强迫劳动，那为什么不问一下我们基层干部呢？我们受到伤害，在一个体制内，受害人和被害人他是同等的重要的。比如你举个例子吧，这个战场上一个士兵，虽然他没杀人，但是他看到那个血腥场面，他也是心灵受到伤害的，对吧？那你为什么不去问一下我，关心一下我的情况呢？在这个基层干部、基层工作的这个维稳体系的这个干部里面，有多少的人家庭被迫害，有多少的家庭被拆散？我统计一下，我们这个基层民警50%甚至以上的家庭全部破裂，都是离婚的，孩子呢，一样受到伤害啊。我们唯一好的就是拿的工资就这么好一点。你还把你自己受到的伤害和维吾尔族人也有一个对比，就是你觉得你受到的伤害和维族人受到伤害，你会怎么想？我觉得这个，维吾尔族人、汉族人受到伤害，造成最终的原因就是新疆政府就是这个体制内的原因，不是说这个汉族人伤害维吾尔族人了，不是这样的。普通的汉族人伤害不了维吾尔族人，我没有见过在新疆，我没见一个普通的汉族人，他们家建个监狱，把维吾尔人抓他们监狱关起来了，没有这样的事。我也没有见过一个基层的民警，比如我有权利把一个人关起来，把一个人判掉，不可能。判掉这个人的是法院、检察院，政法委这个上级的领导的指示。我没有这么大的权利。基层的这个民警他是被迫、被逼无奈的。你意思就是说你们只是执行，是吧？对，我们只是执行。当我实在承受不到压力了，辞职也不让我辞职，我跑了嘛，我直接跑了，请假理由为理由走了，不干了。当时我辞职的时候，我裸辞，我已经没有任何的前途，没有任何工作，我就裸辞了这份工作。你还说了一句话，其实让我想了很多。你说，
就是你刚才前面说，你说大家都知道维族人受到迫害，都知道集中营，但是他们不知道基层干部所受到的类似的虐待，所受到的迫害，这些他们不知道。你说，如果你真的了解我了，你会觉得我的经历并不比他们好多少，说不定还一模一样，甚至比他们还痛苦。对，你真的觉得你受到的痛苦比维族人受到的痛苦还要多吗？对，相对于一些人，我觉得比他们受到痛苦还要多。相对于什么？相对于一些人，比如没有判刑的啊，他们在辖区的，他们在辖区，我和他们一样，心里面焦虑，心里面就是有这种恐惧，哪一天我也会被抓走。为什么呢？因为你出了事儿，首先就要抓我，一样的这种恐惧感，这种焦虑的，包括那个我跟你说的那种保密检查，对吧？检查就是你记得一个星期，叫你难受一个星期，很恐惧，你根本睡不着觉。保密检查是吧？保密检查，对，那种很恐怖吧？比如我们同事抓走的判刑的多得很啊，不是说维族尔族的基层人抓，基层的干部，这个维文的人，汉族的抓走的多得很，两面人。你不执行这个政策，搞棚架，这陈全国在的时候抓了多少人？汉族的也有啊。你那天还跟我说，你说就是你觉得你说我们基层的人并没有迫害维吾尔族，这和你刚才说的是一致的。你说我们也是无辜的，包括我们警察，我们也是无辜的。对，我们也不想干这事，不是我。很多人只要看到那个表格发下来，都是咬牙切齿的骂的18辈儿。你有说，你和你妻子有时候1个月才能见一面，有的时候就是太忙了，几个月才能见一面。你能说一下，就说你们的关系有没有受到影响呢？肯定受到影响啊。你长时间不见夫妻之前，那肯定受到人嘛，都是一样的。受到的影响还很大了，就是因为这个事儿，我和妻子关系慢慢就不好了嘛。是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好的？就是因为大概我去2017年、2018年嘛，到2019年达到最不好的情况了。2019年他考公务员嘛，他也特别忙，然后我也很忙，就回不了去嘛。然后疫情3年，就是疫情3年变化。2019年还好，然后没那么严重，就是疫情3年以后，3个月就回家一次，有时候就不行了，就是和他之间就但是也没达到那种离婚的程度嘛，如果在一起呢，还能够修复那种。你说你当警察9年，几乎没有陪家人过一次生日。对呀，没过年是过年怎么样？没有过年啊，9年没有回家过年啊。真的哦？真的，我不骗你，我春节一次没有回到家陪我父母过春节。我为什么是9年？2017年，我回去一趟，回去一趟，2017年，所以到现在，8年没见我父母。我父母最后，就说我这个孩子不孝顺嘛，你看也不回来，所以我们就失去了联系，再也没联系过。哦，你和你父母真的不联系吗？真的不联系，就没说过话，就是这个儿子我也没有了。最后的时候来到德国10天以后，晚上找我妈妈去了，我妈妈才知道我辞职不干了，我才跑到国外。我妈接受不了，这个不相信。我再问你一个这个问题，就是你前面说过1级战备、2级战备，你能说一下这是怎么回事？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这个所有的新疆公安都有啊，这是正常的就像战争一样，战备嘛，这是从部队里出来的嘛。1级战备就是比如19大、2次大比如75比如国庆节就1级战备。重大事件、重大日子是吧？对，比如陈全国来了。那会是一个什么情况？对你们来说意味着什么？1级战备那就一说完1级战备，大家都高兴的，一下子都头低的，再抬不起头了。那这是要做什么？我是问你具体。就是你在这里面都不是不让你走24小时待命，不准离开你的辖区。你除非有特别重大的事，快死了住院的时候才让你给你请假。
不让请假，就是你的房子你就在那边500米，你都不能回家，你只能看一下这样，不能回家，有多残酷？随时吹哨子，1分钟集合，你没有到，那你就等着挨处分吧，你年底奖金扣掉，然后给你个处分，你通报一下，你再可以说3年你都抬不起头，你敢吗？极其严重，那种追责是不是一般的追责，极其追责是非常严重的。2级战备呢？2级战备稍微放松一点，60%的人在岗。就是什么情况下会是2级战备？那1级战备完了就转2级嘛。2级战备就是过一段时间以后就会，基本上就是稍微放松一点，可以请假，可以调休，24小时不该休息的时间你不休息，然后就60%、50%的人在岗，剩下的人休息。就是在1级战备的时候，就是1分钟吹哨子1分钟，那你怎么睡觉呢？那就是睡不了觉啊，那你只能这个不脱衣服，你这样躺一下，那你睡不了觉，随时叫你集合，你怎么睡觉？还有就是你上次说过，好像要拿着盾牌啊什么之类的。对啊，就拿着盾牌啊。还有什么东西要一起？就是你要抱着什么东西一起睡呢？就是要放在床上还是？那个盾牌，因为我们3个拿的不一样，我拿盾牌，父亲拿警棍，他拿钢叉，3个人1级战备都在那个警务室住睡，不让回家啊。然后我拿的不一样啊，比如我拿盾牌，我把盾牌放我头子上，然后头睡觉的地方防侧服放好，穿上啊。然后一听到狙击去了，啪拿着警棍赶紧跑正着柜门口，那摄像都看得清清楚楚的。这一出警务室，立马就有这摄像头对着都看了，你几点几分出警务室的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高清摄像头。焦虑的很，你吃饭。我在警务室，你知道我怎么做饭吗？这个对讲机就是挎在1级战备的时候，也不敢让辅警带，你知道吧？有时候就是辅警带的时候嘛，那就做饭的时候不停的这个门口看一下，开玩笑的，不停的门口开一下。那吃饭就是个事儿，你突然间用吃饭那个锅赶紧拔掉嘛，你做不好饭你就赶紧去集合。天天让你折磨的就是你根本就没有好日子过那种。就是极度焦虑的状态，是吧？极度焦虑，你就觉得这真的不是人过的生活。要不然我为什么要想着死呢？我为什么要想着自杀呢？如果我出不来了，我可能就死在中国了。那我们说一下你辞职。你23年什么时候离开了？9月23号，当时辞职他不给我批，1个月前我说，我家里这个身体不好，我母亲生病了，给我请个假嘛，不愿意，是又找了2次3次嘛才愿意给我批一下，2个星期，刚好都快到11了嘛，然后我就收拾把我宿舍的东西，就金蝉脱壳一样，我的衣服什么东西都放好好的，被子都放好好的，不要了我，把我所有东西车一拉走了开着车再也没回头。9月25号都飞到广州了，广州以后立马就是在广州学习广州外语外贸大学学习英语嘛。你为什么想着学英语呢？想学英语，当时在这之前我自己一直想留学，没有想到发生，没有想到去说出这件事儿，因为你虽然你离开那个体制了，你的心依然在那里啊，每天还是不停地给我发消息，不停地给我打电话，因为我是请假了，我没有真正离开啊，这个事情要我处理一下，那个要事情要我处理一下，过了这个请假的时间了，领导急了，你怎么不回来？我说我家里面有没有啥事儿？好了没有？目前关心我一下嘛。我说我不想干了，我不辞职了。再给你10天吧，再给你10天。他还有我是逼他来的，其实我真的不想干了。再给我10天，又没回去，又打电话了，怎么回事？我是不想干了。结果那个我的同事又给我打电话了，你赶快回来，那个上面名单写的你调休了，你这个请假没归队，没有说把你开除，我还是没回来，一直等了2个月。等了2个月以后，2024年1月份嘛，实在催的不行了，你必须回来办理正式手续，签保密协议书。然后4月10号我就买了机票，也不贵，然后就飞往广州。清明节那天我记得，然后再也没回去。就是你辞职了，你当时对生活的打算是什么呢？我去辞职以后就是学习英语嘛，我想是通过留学就是跑出去啊。你就想出来，其实就想出来啊，就想出来，但是你没有别的办法，我没有想到去
去发声，甚至那个上面的政治壁我看都不敢看。你都不敢看是吗？对，这个刚辞职翻墙的时候，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翻墙的呢？对，我就想说呢，翻墙的时候就是我在学习英语的时候被我教了，我1个月以后，就是23年在广东。对，大概11月份，11月，翻完墙以后，我一看这个咋这样的事情呢？突然间对我冲击太大了。你看到什么冲击特别大？我第一个受的就是新疆这个政权过当的人，这个一看，就是完全就是让我的这个头疼，这个一半是这样说的，一半是那样说的，这个不一样，这个脑子里面就会打架，对不对？这个头疼，我晚上睡不着。我说我咋会是这样的？我当时我就离开，我这绝对没有后悔。不能在那待了，然后包括以前的那个文革说的那些事儿，我看你以前都不知道这些事？不知道，我也越看越想看。我这个上完课以后，我就看 YouTube， 我自己偷偷的看，我也不敢让别人让我看。然后，2024年去广州的时候，住了5天，就报了个美发，报了个什么？美容美发班，学习这个剪发嘛。在那个学校跟学生在一起嘛，我没有说我的身份嘛，大家一块剪头发，觉得慢慢就开心了嘛，有一点开心，就正常了是吧？是个正常人的生活是吗？但是心里面还是走不出来那种，因为单位也不停地给我骚扰我。你都辞职了还骚扰你？对啊，保密协议书签订了一年的那个脱密期啊，开玩笑，1年脱密期就会打电话1个月，或者。有时候那他忙，有这样他4-5天，有这样1个月给我打一次，本来是1个星期的。打电话跟你说啥？你在哪呢？谈话啊，简单的谈话啊，干啥呢？你都离开了，他们凭什么还？对啊，你就是想不通嘛。发位置，我说我在剪头发呢，学习剪头发。还要发位置啊，就是还要发图片。然后我就这样，每次给我打电话，我紧张的很。因为我看那个YouTube了嘛，我害怕他知道我的思想了。我都很害怕。你怕被人知道你看 YouTube 是吧？害怕我这个思想变了。那你什么时候开始？你最早接触圣经是什么时候？或者你有这个信教的这个东西是什么时候呢？这个念头是怎么出来？我小孩就是2017年，我小孩6岁的时候，我就那时候大规模受压吧，就是在那个进入室的时候，我心情不好，要找到一种信仰，而且我看到那清真寺嘛。那个维吾尔族清真寺嘛，很安静，就是去检查的时候。你也进去过是吧？肯定去检查的时候进去过是吧？对。其实清真寺里面让人感觉心挺静的那种感觉，是吗？很安静，对。我就查了一下这个网上，就是很多人都信仰这个神，信仰最多的就是基督教，尤其是西方美国，他们都信仰这个基督教，信仰神，信仰上帝。我要找到自己的信仰。我之前也信，我之前是佛教，我很相信佛。你以前啊？对呀，我到西藏都拜佛，专门跑到西藏，西藏去拜佛。然后你没有想过信伊斯兰教吗？因为你在新疆，然后又可以。开玩笑的，当地人都不能信，你怎么信啊？这个完全不是一个选项，是不是？完全不是。首先我排除的就是伊斯兰教，你开玩笑，你怎么信？你古兰经都不能看。我看完以后立马把我抓走了。但是你可以看圣经吗？你可以偷偷的看嘛。就圣经抓起来不是那么一个反动的东西，是吧？对，圣经就是中文能看的嘛，就有一个汉族的，也没有什么，就是买了一本圣经故事，当时圣经读不懂啊，给我小孩念一下，读一下。圣经故事你给你孩子讲故事，等于说是吧？对，讲故事的时候，让我给我小孩子下来的那个。不是听音乐嘛？那你后来接触到基督教，实际上真实的接触到是到你24年到广州以后，是吗？对。你能稍微说一下吗？2023年不是辞职了吗？11的时候都10月2号的时候，我就专门去那个教堂看了一下。你为什么会想到去这个教堂看？我辞职以后，第一件事我就是要选择广州第一离香港近，第二有一个教堂，我听说了有这样一个教堂，叫做圣心大教堂嘛，我都想到这个教堂，而且比较开放，我都网上查的嘛，地标性建筑，10月2号的时候我都参观了一下，我看到很漂亮，我说这个像国外一样，人山人海那个时候，然后我好不容易排队，我热的不行，把人都头晕了，
拍进去以后这样看了一下，赶紧这样出来了，人不停的就是菌这个，然后我说这么多人，我觉得不太好嘛，这中国人的教诲，然后而且我没辞职，那时候是2023年没辞职嘛，我这个真的不行，进去不行，把我抓掉了，我就没进，我就一直埋藏在心中。辞职以后半年的时候也学习没法吧，大概4月底的时候，5月初的时候，就是4月底的时候，我决定我要去墓道，然后给修女那个你合影看了吧，一谈，修女又给我发个信息，你来吧，然后我就看了一眼墓道班学习，我有1年的课程，我说这么多，我能学完吗？修女说没事，你来嘛，到时候给你补课嘛，很热情。然后每个星期六晚上我都去，没有一次缺席的。那我们来说一下吧，就是你怎么会决定来德国？你是什么时候想的这个事情？然后你是怎么计划的？我当时签证下来以后，我是签的法国签证，我也没打算在德国。我的目的是法国签证，我到法国去申报难民嘛。你带着你的儿子，对，嗯，带着我儿子，但你儿子完全不知道，就是你其实有这个打算，你太太也不知道，谁都不知道，包括我心里都没有数。你心里都没有数。是很忧郁，不知道能不能，对，你为什么没有继续就说我去留学呢？这个计划？ 2025年4月份洗礼以后，我这个思想改变了，圣经的一些语言就是感化了我嘛。他说你要为弱小者发声，要为那些不能够在那个地位不能发声的你，要为他们去发声，要他为他们去做事。在圣经里耶稣说嘛，你为最小人做的，就是为我所做的。这句话我鼓励了我。那我为什么不做这些事呢？那我为什么不把这些事公布出去呢？那我就是为了耶稣做这些事情嘛。假如我死掉以后，当我受到审判的时候，耶稣问我：“那你知道真相，你为什么不说出来呢？”那我怎么回答？我无言以对嘛。所以我想到这个，越想越不害怕，所以我就决定。然后那个导游到德国的时候，实在受不了，我就跑了。到德国来，我就想到了市委会，跑到市委会。跑到慕尼黑的对世委会，就是世界维吾尔人大会。世界维吾尔大会。我觉得你这个想法也是挺有意思的，就是你在新疆的时候，就是世界维吾尔人大会世委会对你来说，你做警察的时候，世委会是一个什么样的？那个是暴恐组织，最大的头号就是多尔坤艾莎，那个是我们都知道，那个是通缉犯，国际刑警通缉犯。那看到这个人，我们警察都有点害怕了，对吧？大的恐怖分子。但是呢，多雷坤是我从翻墙以后我看到他的。多雷坤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新疆就是一座监狱。多雷坤就说嘛，我没有枪没有炮，我怎么是暴恐分子？他这句话改变了我，就说的很对啊。你是翻墙以后是吧？对，这么看到了对，我在YouTube翻墙的时候看到他了。他说话，他演讲，我又知道这个人了。那你怎么就觉得你可以去找他们呢？他们凭什么要相信你呢？我也是这样想的，他们凭什么要相信我？我也没想到多雷坤会来接待我啊。然后我就跑到慕尼黑，我说我把这件事情给他说一下，看他们接待不接待我。你到了这边，然后找了市委会，新疆那边是什么时候知道的？然后他们是一些什么样子的反应？大概我找过市委会2个星期，半个月以后他们知道的。然后发生了什么？他们不是太清楚，只知道我和市委会联系了，都开始对我家人进行朋友、亲戚抓走，长时间询问，切断一切和我联系，就是这种。把我妈妈给我妹妹跑到河南，把我爸爸抓走，放在宾馆里面，关了24小时，把我爸放进去了。其实他们什么都不知道，是吧？他什么都不知道。所有这些人什么都不知道，包括你太太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对。他们就说我犯法了，丈母娘嘛，问他我犯，他说他犯什么法呢？第3次，找我家人找完以后找丈母娘嘛，犯什么法了？他就出个国犯什么法了？说犯法的，犯什么法了？犯什么不跟你说，你没有说话的权利。他说，你都记住不要跟他联系就行了，切断一切和他联系，朋友亲戚都不敢跟我联系了。你觉得你有罪过吗？如果有的话是什么呢？这个问题我没想过。人
都有罪，每个人都有罪啊，只有你去按照圣经里面语言去做啊，去跟随耶稣的脚步去走，你才能这种罪恶才会慢慢的消，都有罪。比如我的罪恶是什么呢？我不应该来信教，这是我的罪恶啊！我不应该去当警察，我的罪恶。我完全可以不来信教，我完全可以听我父母的话，当一名医生，那不挺好的吗？啊，我的罪恶就是不应该去进这个体制，或者我当老师也挺好的。回想起来，那个时候工资虽然涨嘛，这不高嘛，也可以嘛，就是这条路。你觉得你的罪恶是做了错误的职业选择？对，在这个职业选择里面，我并没有去伤害过任何人。就这个意思。就国际社会就认为，就是中国政府在新疆实施的这个政策是一种种族清洗。你同意这样子的说法吗？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我也不具有回答这个问题的权利，因为这个问题太大了。太大了是吗？我只能你觉得我这么问吧，你觉得它是一个系统性的针对一个民族的迫害吗？你要说这个嘛，但是我们汉族人也受到迫害啊。基层的汉族，比如做生意里面也是检查。但是你并不是因为你是一个汉族就会受到迫害，他们只是因为他们是维吾尔人，他们就会受到迫害，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这个你没有想过是吧？我没有想过，我在新疆不但是就是我看到的就是，就为什么维吾尔族人受到迫害呢？给别人的印象呢？因为他们太多了，比如100个人，有90个都是维吾尔族人，10个是汉族的，所以看起来就是好像就是维吾尔族人迫害一样。那确实是100万人啊，都送到集中营里了。但是维吾尔族人占的比例大呀。你听懂我的意思了吗？这不是10个人吗？维吾尔族人是8个人。但你不会因为你是一个汉族人而受到迫害，你懂我意思吗？他们只是因为他们是维吾尔族人，所以他们连篮球都不可以打，连健身都不可以健身。你作为一个汉族人没有这样子一些限制，对不对？你可以去，你想要信基督教，你可以去。哪怕是偷偷的看，这个圣经，对不对？但是你并不能信基督教，你不能信，但你至少看圣经不是一个罪，对不对？对。他们如果看，他们哪怕就家里有古兰经，都可以被抓起来被判很多年，对不对？对。你没有想过这样的一些问题吗？就是确实有比他们好一点，但是这方面比他们好，并不代表别的方面比他们好。别的方面就指什么呢？指什么呢？都在这个系统里面，都在这个系统里面。你多多少少，比如我的邻居，他是收过书，之前在于田县，他是收破烂的。他那天年30，他就在家里面做饭的，就吃饭的嘛。然后他说他妻子给我讲的嘛，直接进门把他们2口抓走了。你们不能在那里吃饭，为什么？因为你们窗户没有那种铁丝网。然后他说你让我们吃完饭再走不行吗？我们饭都做好了，再困难半个小时1分钟都不能行，直接把他抓走放在宾馆里面，饭都没吃，就在那凉着。他讲的这些，我讲的是太多了，很让人心痛。就因为这个大规模镇压以后，2017年设立那么卡点儿，很多汉族人都跑掉了，不在新疆待了。他不但没有吸引到这个汉族，而且很多人都走了。你能不能说一下，就你现在每天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你靠什么生活？我现在每天的生活就是各种的这种采访嘛。对，但是不是每天都有啊？我是说你一般性是生活是什么样子？一般性生活，周末去一下教会，平时写一些东西，把我自己的回忆写一下，一些材料要写一下，准备一下，比如这个采访之前，我要提前要回忆一下，一些东西跟我们不一样，有很多东西忘掉了嘛，把整理一下材料，对，还有学一下英语，自己学一下英语，但还没开始学德语。德语对，还没开始学，
对，你是准备最后写这些东西写了，然后出一本书还是怎么样？对对对，所以我就抓紧时间去写嘛。如果你可以和这个中国人、汉族人说话的话，你会怎么说？他们应该怎么看新疆和维吾尔人？一般呢，我只能给他们说，新疆的这个信息很封闭，你们没有处于那个环境，你们很难了解。我只能这样说，你不处于那个环境，你是很难了解，你是很难理解那个事情的。就这样说。那对维吾尔人你有什么想说的？对维吾尔人，我想说的是，你们受到这种迫害、受到伤害，你们不要灰心你们保护好自己保护好你们自己的文化，保护好你们自己的文字传承下来。现在不是有人站出来给你们发声了吗？而且他是一个汉族的，又是一名警察，他已经站在你们这边了。你们要充满信心，不要就是认为所有的迫害你们的这个都是这个汉族的这一个个体，而不是这样的。要认清，最重要的是这个体制不但害了你，一样害了新疆的各族人民，哈萨克族、回族、吉尔吉斯坦族、蒙古族各民族。接下来这个问题是，我和张亚博在德国采访以后，过去的几个星期，我们差不多每天都还是要通话的，因为我有很多的问题还要问他。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我越来越意识到，我可能在德国问你的很多问题有点太大了，或者是说这些问题你可能还没有想到那一步。然后我跟你说，我说，张亚博，我意识到你在一个过程之中，你觉得我说的很对，你自己也是这么意识到。你能不能说一下你在一个什么样的过程中，跟我们大家讲一下？因为我一直生活在新疆，没有去过。我高中毕业，在新疆一直生活了18年，我没有去过新疆以外的地方，最多也就出差几天。所以我这个思想认识这个事情看了不是很深，我只能给你讲述我所做的事情。对于评价这个事情，我可能就相当于那个井底之蛙吧，我看到的就是那一点地方，我也不做任何评价。但是在我认识之中嘛，我只能看到新疆，我的眼睛只能看到新疆最高的领导，新疆以外我看不到。为什么呢？新疆以外的那些领导也没给我安排过工作，我也没和他们一起上过班这是我的认识的到位的不足这一点第二点就是，我确实，包括现在我就是做了这个事情嘛，但是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比如我那个做好事，去帮助他们剪头发做好事，每天做一件好事，他就安排我做这件事，但是我也不知道这个深层的意义是什么。还有就是我因为其实问了你很多的大的问题，是吧？对，比如说我要经常要问你，就是你为什么有一些问题，就比如说你说我受了很大的伤害，你们记者整天都写维族人受到伤害，我也受了很大的伤害，是吧？对，你们为什么不写我？我受的伤害和他们一样，甚至更多。就这种问题，说句实话，对我来说是我第一次听了，我其实心里很愤怒的。因为我就理所当然的认为，你应该看到维族人受到了多么大的伤害，他们就是因为自己是维族人，就可以被抓起来，连锻炼身体都不可以，然后他们也不能信自己的教，就是所有的他们的日常生活全都被打乱了。我就觉得他们的伤害当然是应该比你大的，可是呢，我觉得后来跟我说了，我也能理解你作为一个基层的警察，在这个体制中你受到的伤害是真实的。我不知道，就是你对于你自己在这个过程中，你对于自己在这个系统中扮演的角色，有没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呢？这个我真的没怎么想过，我只知道我做的工作，维吾尔族人确实受到伤害，但是我们基层的工作人员我们唯一好的就是有工资，也是受到很大的伤害。你当然报道了，因为维吾尔族人这个抓住的多，有再教育营、集中营，
但是干部被抓走了不报道啊，我身边的同事很多被抓走了，也是警察也是干部，家庭破裂包括你现在的大领导，那网上你可以看到自治区公安厅厅长、地委书记，地委书记那是人们一辈子的梦想也当不了，对吧？3个地委书记全部被抓。就比如说你说我就是一个看守是吧？我的工作就是看大门，这个话你说过好多次。对，我这么说你可能会很不高兴，就说有一些人一看就说这个是你知道在2战以后纳粹德国在集中营的一些看守，他们在被审判的时候说的是一模一样的话，你知道这个吗？我不知道。你也应该听到网上有一些人会说你应该是被审判，对，接受审判的。你看到这样的话了是吗？对，我有个维吾尔族人嘛，他说我这种人他就发个就是大概希特勒那时候图片嘛，就是我参与这个人应该受到审判。当时我就很恼火了，我说我这样的人如果受到审判了，那么多人干活的人不审判他们去，我这个出来了，说实话了，你们把我审判掉，那以后谁还出来说真话呢？我是这样想的，当时我是这样想的。但是随着时间推移，我觉得他说的也对吧？也对对，也对吧？要面对审判，你做了这件事情，你就应该面对审判。但是我这样认为的。至于法律对我怎么处理，我都会去面对的。因为审判我很快嘛，我就在德国了嘛，明天把我审判掉都可以的。但是那个中国的那警察正在干活的人，你怎么审判他呢？对吧？你愿意接受审判？愿意。为什么？因为不为什么嘛，因为我也参与过这件事，别人说我应该接受审判，那让别人让我审判的时候，我不愿意也不行啊，对吧？这个东西不是我说了算，这个是由法律说了算。我觉得就是你还没有特别的想清楚，就是你在新疆发生的这样一些事件里面，你自己的职责，你的责任，应该是负哪些责任？刚才你说的问题特别的，我要负什么这样的责任？这个是就由法律去审判我的时候去，我负什么责任？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哪个应该负责任，哪个不应该负责任？因为我不是懂法律的，因为这个是应该是专家去评判的。但是就说除了法律上的这种的负责以外，还有一种道义上的这种的责任。我作为一个人，有没有做对其他的人有害的事情，或者我有没有帮助一个体制去对其他人做有害的事情，这个事情你想过吗？我在这个体制内，我可以说我没有去对任何维吾尔族人实行酷刑，对任何维吾尔族人实行殴打，没有我最多就是骂他发火，在他面前发脾气。为什么呢？因为我骂他的原因就是你不要去做这件事，你再做了，你下一步就把抓走了。我是对他好的，在生活中也保护了很多维吾尔族人比如我没有提供抓住他们的信息比如在看守所的时候，我私自把他们手脚镣铐全部解掉因为这个事儿所长差一点把我开除，就因为我同情他们，对吧？比如我送他们去看守所的时候路上的时候，他们身上有带着自己的钱，然后我就会让他们吃一顿好饭，比如吃一个拉面买个红牛，吃个抓饭，买个烤包子，这在新疆是最好的。但是别的民警拉他们的时候没有这样的事，让他们吃的饱饱的把他们送回去了。我只能是做到这一步。那你说是我让他们开监狱放掉的时候，我这个钥匙都没有，我怎么把他们开出来放掉呢？对吧？还有比如我们辖区的学生锻炼身体，他们就做俯卧撑，那我就写保证书，他们不会出事，出事了所长你把我抓掉还有在家做礼拜的，他老婆被判刑了，家里面带3个孩子，一个男的买提名，那我写保证书你不要把他抓掉，他这个家里面有困难那我写保证，那就是我对他的保护，我只能做到是这些了，对吧？我就是出来之前，之所以我在德国报难民，我就是认为我没有罪。假如我有罪了，我就对他们酷刑，我对他们殴打了，把人打死了，那我不可能报难民，
报难民呢，难民这个国际法不保护这样的人，对吧？那我不是找死吗？我只能认识到、想到这些东西。至于太大的东西，我真的想不到。你觉得你过去1年中学到的最大的东西，你最大的心得是什么呢？过去1年对自己有没有什么反思？就说你有换了一个地方，换了一个新的视角，是吧？可能也换了一种我不知道有没有换一种思维方式，因为你自己说你是在一个过程中，然后也在学习，可能太抽象了，是吧？对，没问题，没问题。太抽象了，应该是，我觉得当时出来的时候是很害怕也是很害怕的。现在就是我觉得我说的是对的吧，至少我现在目前感觉到我做的是对的。那我做的是对的事情，我为什么要害怕邪恶的呢？这是我对我自己的最大反思。因此呢，我就自己就有了力量才有了今天我和你谈话说话，我就不再畏惧。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有神保佑我我是神的儿子他会保佑我做这件事是正确的。好，谢谢，谢谢张亚博。做完这场对话和后续采访后，我仍然无法确定张亚博为什么如此坚持自己是无辜的。这是一种自我保护，是因为他无法承受真正看清自己的角色意味着什么，还是因为他在那个体制里待得太久，已经习惯了用我只是执行命令来理解自己。在一次次追问以后，我越来越觉得他的盲点很真实，也很顽固。他可以非常清楚地讲出自己受过的什么委屈，也知道维吾尔人遭受了巨大的不公，却很难把这些伤害同自己曾经做过的押送、看守、搜查和监控联系起来。但这并不减损他证词的价值。研究新疆的学者 Adrian Zenz 郑国恩说，张亚博提供了过去主要只能从政府文件、官方报道和幸存者证词中推断的基层现实。德国维尔茨堡大学教授 Bijan Alperman 阿尔佩曼则认为，对这样一个职级很低的警察来说，离开中国并公开发声本身就是一种不同寻常的反抗。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的海约尔·库尔班对我说，与其急着问张亚博有罪还是无罪，不如先问他负有什么责任。他说，每个人承担的责任程度不同，重要的是如何面对它。这也让我想到，中国经历过大饥荒、文化大革命和6·4镇压，但在公共生活中，公开承认个人责任的声音始终非常少。这个责任首先在体制，中国政府长期压制对这些历史的公开记忆，也很少允许人们持续讨论。在一场由国家发动的灾难中，普通人扮演了什么角色？服从命令是不是就可以免除责任？既受到体制伤害，又帮助体制伤害别人的人，应该怎样面对自己的过去？这不是说中国人没有反思能力，而是这种语言和讨论空间长期受到压制，始终没有形成稳定的公共传统。我们更熟悉的是把责任集中到少数最高领导人和政治失败者身上，参与其中的人则往往把自己解释成被迫服从、身不由己，甚至也是受害者。至于自己具体做过什么，应该承担多少责任，又应该怎样面对受害者，往往没有机会被认真讨论。张亚博已经离开了那个系统，也开始公开讲出自己知道的事情，这需要勇气。但对自己在其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这个问题，他可能才刚刚开始面对。谢谢大家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见。